洛洛，你什么时候把稻谷给捣好了？我有时间就把它给捣了。米糠呢？你扔了吗？在外面放着呢。他急忙跑出来，想把米糠抬到瓦窑里去放好，不然下雨就坏了。哎，等等，放下。婆婆，我们已经不用吃糠了，你忘记了吗？就放在外面吧，等新房子建好，明年天气回暖，给你弄个笼子，拿这些糠去养鸡。放下吧，别管这些了。赵如云依依不舍地放下，再回瓦窑理一下东西，弄得差不多了，才发现多出了一袋她没见过的棉花，软软的，里面还有籽。婆婆，那是棉花。棉花？这是一朵花吗？它不是花，而是包裹棉花籽的一种纤维。什么东西？纤维又是何物？婆婆，反正呢，这个是个好东西，等你有时间就把里面的籽取出来，还有这些杂质也不要，不可水洗。弄好之后可以给我们做棉衣。有了这个棉花，冬天就不再需要芦苇絮来做衣服，它比芦苇絮更保暖、更柔，还更轻。还有我们冬天的被子，以后也全部都用这个棉花来做。洛洛，那这个可是好东西啊。所以你清理它的时候，把里面的籽给留下来，我们明年还能种到地里去。这个我们还能自己种。这个棉花它不只是可以做棉衣，它还能戳成线，织成布。真的可以。洛洛，以后这些我来弄，下午和晚上不用做饭时，就来给你们缝棉衣。才2天过去，南宫清遣了一个车夫来接苏洛去县里。你说什么？南宫清把和春楼给买下来了？是啊，苏娘子，公子叫你过去看看，看还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整的。不是说没那么多银子吗？难道南宫清真的把字画给卖了？来到和春楼，傅德庸让原本的小二大厨那些人都出来，一排一排的站好。南宫公子，人都在这儿了，你看看可有中用的？他们都是跟我好些年的人了，对酒楼的流程也清楚。你要是觉得谁能用，就请留下几个。苏洛一进来就看到了这一幕，他还没问南宫清是如何把和春楼盘下来的，南宫清就先起来，拉起苏洛的衣袖，走到傅德庸身侧道：苏洛，你过来看看，都是和春楼的老人，是要留下来还是新招？留下吧，如果以后做得不好，我们再换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叫东家呀！东家好。以后大家还是叫我苏娘子，不过这位公子才是你们的大东家，阿旭是大管家，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找他们，都记住了吗？是，我们都记住了。陈梦清回到和春楼来收拾他的东西，看到所有人朝苏洛喊东家，他局促不安，他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田也当了，陈喜鹊的聘礼也用没了，现在活计也没有，他该怎么办呢？爹娘又会怎么想他？变成了这样，他们家在村子里再也抬不起头了。既然和春楼不再是和春楼，那苏洛就要好好布置一番。哪些人是厨师？往前走一步。有10个人走了出来，现在没有一个人看苏洛是女子而对她有不尊敬的。很好，趁着现在还没开业，你们全部去福满楼的后厨帮忙，那里的大厨会教你们做我们的新菜式。若你们学有所成，将来还是大厨的位置；若是学不会，烧火切菜就将是你们的活计。是，苏娘子，我们一定好好学。你们都散了吧，等到福满楼分店重新装好，我们就正常营业。安排好了这些，苏洛才看向南宫清，还没开口，南宫清就抢先道：我知道你要问什么，我那些字画只是当了，又不是卖了，等赚了钱再把它们赎回来，所以这个酒楼只能赚不能亏。苏洛，我那些字画的命运就看你的了。我尽力。南宫清坐在楼下喝茶，至于怎么布置就交给苏洛。
阿旭，桌子要翻新一遍，再上棕色的油漆，还有绿植也不能少。2楼的小包间每间都要有，要那种高的又不占空间的，绿宝树这样的就很好。这个没问题，我会叫人去山上找。还有楼梯拐角，1楼大厅，3楼的大包间最为重要，要2棵大绿植，另一角落做一个小假山。假山就不用买，叫人去捡几个稀奇怪状的石头过来，还有挖点溪水边上的绿藻，我就能够摆出来。4、5日下来，福满楼分店终于顺利开业，掌柜的人选是南宫清找来的，还挺靠谱。不过苏洛在村子里就不一样了。燕川娘，燕川娘，你猜我刚才听到了什么？张婶啊，什么事能让你这么开心啊？就是罗梅啊！我今天过来时，见到他抓人就吐槽。刚开始我还以为他在骂你，可后来才发现，他就是嫉妒你开了酒楼。话里话外，我还知道了他家孟青把活计给弄丢了，所以他气大伤身。我远远见他的时候，脸都是白的。张婶，他不敢来我面前说。他当然不敢，那些天还到处在村子里面炫耀他家儿女有多好，才过去几天而已就被打脸了。现在他说什么，村里人都懒得理他，他更气了。吃完了早饭，房子也陆续再建。苏洛把剩饭倒给2条狗吃，燕川和易欢拿纸在学计算。这时村头突然来了一大堆人马，前面是2辆马车，这一车苏洛熟悉，是江县令和南宫清的。他们的后面还弄了5、6辆拉货的马车跟来，这让苏洛不解。圣旨到，苏洛接旨。村长招呼村里人全部跪拜，就连范高岑也不例外。苏洛也一下没想通，这圣旨怎么还找上我了？这山高皇帝远的，我也没做过什么，怎么还能惊动圣旨了呢？等所有人都俯首称臣时，江县令才打开圣旨，念道：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臣苏氏聪颖慧心。念了好长一段夸赞苏洛的话后，才说到了点子上。陈苏氏治农药，灭虫灾，救黎民，获丰收，国之幸也。陈苏氏献农药与新品茄子有功，朕赐如水庆庄良田100亩，以示恩赏。苏洛接旨。民妇多谢陛下。苏娘子啊，你可是我朝第1位田产在自己名下的女子啊，何其有幸啊！苏洛，恭喜你。谢谢。苏娘子，水庆庄的稻谷已经收完，现在由你管理，不管是出租还是自己种，你说了算。不过本官提醒你啊，这圣旨啊要放到家族祠堂供着。你家现在的房子还没建好，也要放进盒子里，不可辱没圣恩呐。是，民妇知道了。李村长，本官今日过来还有一事，朝廷1年1度的粮税征收令下来了，每村每户按照自家田产来交税。又纳税，今年不知道会不会比去年要少一点啊？是啊，今年我们家都不敢吃新的稻谷，就怕不够交税呀。年年缴年年收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唉，希望少缴一点，老百姓真的是太苦了。县令大人，今年这个税粮是多少？这是上头的指令，每亩田收2担。2担就是200斤。按照村里人的种植方法，1亩田的正常产量是600斤。今年有虫灾，也才有500斤左右，还要缴税粮200斤。苏洛，这是朝廷的指令，你不要做那出头之鸟。可你不觉得这个税粮太高了吗？南宫清没有回答苏洛的话，倒是村里的妇人道：大人，今年怎么又加税啊？从以前的50斤加到去年的150，今年这是要我们的命啊！哎，诸位稍安勿躁，
本官只能告诉你们，你们现在能安稳的在这儿种田，都是朝廷在外面为你们撑着。如果北凉大军打进来，这样的日子都没有了。等北凉退兵之日，就是我们减税之时。诸位父老乡亲啊，今年不只是你们这样缴，全国都是这样。本朝律法有规定，不纳税者，官府有权收回你们的土地。赵如云回去把稻谷搬来，苏洛还和村长家买了400斤的稻谷，这才够交粮税。师爷收了1个早上才收完，马车都来回拉了3趟。吃完午饭，苏洛去哪儿，南宫清就跟着去哪儿。南宫清，2个福满楼不用经营吗？你和阿旭还在这儿做什么？福满楼有掌柜在，你生气，我有点放心不下。我没生气。可你不开心？我开不开心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又不是你让我不开心的。走到李牛家门外，燕川娘，你终于来看我了。我这天天一个人在家，都快憋出病来了。媳妇儿，我不是和你说了吗？有事叫我，你别动。燕川娘，南宫公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李大叔，李婶有喜也快3个月了吧？算算日子，2个多月，快3个月了。等3个月胎儿坐稳了，李婶你就多走走，不能老是坐着，这样对孩子也不好。我也是这么和你李大叔说的，可他就是怕。李大叔也说了你好，等月份越来越大的时候，就更是要多走动。好，燕川娘，我都听你的。对了，燕川娘，你们3位来这是？我过来是找李大叔有点事，我想要给你们买牛粪。啥？燕川娘，这有什么呀？你需要多少牛粪，你过来挑就是，不用买。可我需要够施肥的3亩田的牛粪。燕川娘，确定要拿牛粪去田里？就河边我跟王大友买的那3亩田，我还想请李大叔去帮我给犁了，越快越好。如果同意的话，我现在就开始挑牛粪过去。燕川娘，你这是？苏洛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不开心也不至于这样吧？我要育苗栽秧。苏洛，你疯了吧？不就是缴了几百斤粮税吗？就让你疯了，大不了我出银子，把那几百斤稻谷给你买回来。我没疯，我是认真的。李大叔，没有多少时间了，我是真的需要你帮我，我可以付工钱的。不用，燕川娘，你需要我就帮你。我晚上做豆腐，早上就拿去给你送菜的小二，让他拉去福满楼，剩下的时间就去帮你把那3亩田给犁掉。你家另外还有1亩，要不要也一起犁了？那亩田没有水，不用管它。好。那李大叔、李婶，我就挑牛粪去了。燕川娘，你要小心一点啊。傍晚，3人才把3亩田全部撒上牛粪。南宫清和阿旭连晚饭都不吃，就回了县里。看着2人揉肩膀的样子，明天一定动不了。洛洛，我听村里人说，你又来田里施肥了，你是不是又？我没事的，婆婆，我也没疯，以后也不会再疯，我清楚我在做什么。那洛洛，你真的又准备栽秧种稻谷？我有我的计划，就连那100亩良田将来要种什么我都想好了，我不会乱来的。回到瓦窑，苏洛先到空间里把那包2季稻先泡在盆中，放在空间内，自己在外面。时间才过1个时辰就泡好了，用牛粪和木屑拌在一起，平铺在木板上，稻谷撒在上面，等待发芽。洛洛，天晚了，你去睡吧。不行，我要守秧苗，不然就前功尽弃了。等赵如云他们睡着了，苏洛拿出这些又全部搬进空间，天快亮时再搬出来。时间差让稻谷每一粒都发芽，长出1厘米的嫩苗。福满楼，
阿旭从后面看南宫清露出的肩膀和后颈通红肿胀，皮也被磨烂了，青紫交加的。公子，我现在就去把杜修远给叫过来。不用。公子，你这是何必呢？受了伤就要治啊！要是老夫人还在的话，一定不愿意看到你这个样子。这点伤，百姓都受得住，本公子有什么受不住？属下去找杜修远。说完，阿旭就打开房门。楼梯处，杜修远一步步爬上来。老夫就是来给公子送药的，药膏都带来了。这药是苏娘子给的药方，她早上就叫人来让老夫熬了，这不熬好就立马给你们送来。公子，苏娘子说了，这个药你抹上后就能消肿，我先给您上药。对了，公子，这个是永乐县和附近村落里面刚怀上身孕的人家，我都知道的都整理好了，你过目。阿旭，东村的这杨家是不是快生了？他们请稳婆了吗？公子，我们手下的稳婆都是不收银子的，又是全县最好的稳婆，他们要是生的话一定会来找的，现在都没有来请，说明还没生。公子，你别太担心了，先把伤养好。我要去看看，什么都没有福星重要。苏洛守着秧苗，秧苗放入空间又拿出来，放入空间又拿出来，经过5日终于长高。苏洛，你说你这个时候再来插秧，能有收成吗？小沈，这个稻种是我精心挑选的，与我们正常春季种植的那种不一样，不出意外的话，2个月后一定会有所收成的。由他们帮忙，2日就把3亩田弄好。娘，这里以后都是我们家的田吗？洛洛，我都不敢相信，这么一大片都是我们家的。是啊，这里以后全是我们的家了。川川，你也来看看我们家的田。娘，有了这些田后，川川是不是能去学堂了？川川想去学堂，那等来年开春，娘就送你去，好不好？好。洛洛，这么大的田，光我们2个也种不完啊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婆婆，我们自己种，至于怎么种，我来想办法。婆婆，这么好的田，不如我们今年先种点油菜花吧，等到油籽成熟了，刚好赶上明年的秧苗。好，我明天就把家里的菜籽拿过来撒，能撒多少撒多少。你开心就好。看完了田，苏洛回到村头，就看到福满楼分店的一个小二。小福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苏娘子，你快去分店看看，公子挺不住了。还有南宫清顶不住的事儿。福满楼新店才开业没多久，可不能出事。小福边走边说。路上，小福慢慢的把事情向苏洛禀报道。苏娘子，你这几日不在，我们酒楼分店的生意也开始慢慢好起来。可不知何时，我们酒楼被传出有高人存在，一群文人被我们酒楼内的诗词吸引，把我们酒楼给包起来，说是要见不到作诗之人，他们就不走。他们吃的寡淡，影响了我们酒楼的收入。把酒楼包起来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小福，你说南宫清挺不住是什么意思？问题就在这儿啊！对付这些人，公子当然不在话下，可他身体熬不住啊！好像听说公子去看了谁家新生的孩子，2天2夜没睡觉，晕过去了。阿旭才让小的来找您。这个南宫清也真是的，别人生孩子他去凑什么热闹？还是说南宫清有这方面的癖好？表面上高贵雅洁的，背地里……来到福满楼分店，1楼只有一个小二在那里，其余的空空如也，而2楼和3楼的包间却人声鼎沸。苏娘子，那些人全都在楼上呢，你快去劝劝他们。苏洛上到2楼，所有包间的门都是开着的。樊老啊，你们永乐县
居然有如此卧龙凤雏，真是让我等大开眼界啊！这话没有提名，但意境绝佳。最让小生折服的还是墙上的诗，每一首都不相上下。小生这辈子都写不出这样的诗来。不只是你们，就连老夫也做不出来这样的诗。这样的诗不该出现在酒楼，而是应在文坛中。诸位客官，在我们福满楼可有吃好喝好啊？小娘子，你们的大东家身体不适，他的护卫说会把这作诗之人叫来见我们，怎么最后是你来了？好你个阿旭，这么快就把我给卖了。抱歉啊，我姓苏，也是这福满楼的东家之一，请问你们是？老夫樊洪振，是苍溪书院的院长。苍溪书院，永乐县最好的一个书院，这位居然是苍溪书院的院长。樊院长，久仰大名，失敬了。诸位，你们的来意我也了解，你们要是想见作画题字的人，那已经见到，这些画都是我们大东家做的，就是那人身体不适，晕了过去而已。你们大东家大才啊，可惜了。苏娘子，那这个诗呢？我们想见见这位作诗之人，特别是他的这一首《花间一壶酒》，老夫见着震撼呐。不好意思啊，樊院长，还有诸位，你们怕是见不到此人了，他已经离世多年。苏娘子慎言，还请帮我等引荐膜拜。诸位，你们能来我福满楼消费，我很感动，但这作诗之人真的是去世很多年，这些只不过是他生前之作。苏娘子，那又是谁把这诗搬到这个酒楼里来的呢？是我，这是我认识的一位老者所作。既然是苏娘子认识的人，那他离世了，也还有很多诗集留于世间吧？不知老夫可有机会见识？那位前辈的诗还有很多，但我能记得住的都在这儿，所以诸位看完就回去休息吧，别再执着了，休息更重要。樊老，看这位苏娘子的神情，不像是骗人，要不我们先回去？苏娘子，既然我们见不到那位作诗的高人，那你就给我们做一首吧，也不枉我们在这儿等了一天一夜。樊老，你这不是在为难我吗？我一个妇人哪里会作诗啊？老夫看人不会错的，你要是做出一首诗来，老夫亲手为你题字，挂在这福满楼，以老夫的名声，只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好处。苏娘子啊，你要是还有好诗，就赶紧念出来。樊老曾经可是大学士，他的字千金难求啊。多谢樊老，劳您动笔了。苏娘子，既然要无偿给你题字，老夫只一物，你来作诗。樊洪振只物作诗，要是苏洛能做得出来，他就知道这些诗到底是谁做的。苏洛一个女子，隐瞒也无可厚非。樊老，请。现下秋季，苏娘子要不就以菊做一首诗如何？苏洛不会作诗，可他会背诗啊。在所有人看好戏的目光下，苏洛缓缓道来：待到秋来9月8，我花开后百花杀。哈哈哈哈哈！苏娘子好诗啊！樊洪振收笔落款，好像心中的疑惑被自己证实了一样。别人的诗，多谢樊老题字。苏娘子，原来是别人的诗啊！我就说嘛。好了，诸位，大家都不要为难苏娘子了，我们回去吧。苏娘子，希望我们下次来时，你墙上这些诗能多挂上2首。好，下次请多光顾我们福满楼。樊洪振走了出去，这些文人便没有了主心骨，也不好再待。小福，把正常营业的牌子挂出去。
是。杜大夫，他怎么样？公子疲劳过度才晕倒的，休息一下就没事了。南宫卿为什么要去守别人家生孩子？他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杜大夫，阿旭，你们两个人老实告诉我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两人你看我一眼，我看你一眼，眼神躲闪，想逃避苏洛的问题。问你们呢，杜大夫，你来说。师傅啊，是徒儿不好，等找到福星的那一刻，徒儿一定把事情的缘由完完整整的告诉你。苏娘子，我只负责看病，其余的一概不知。阿旭，你说。苏娘子啊，什么都没有，我能说什么？阿旭，别以为我不知道南宫卿有一本超记，那上面全是小孩子的记录，你要是不说，我也会自己去查。那个是公子随手记的。哎呀，苏娘子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家公子从小吃苦，他就想听听小孩刚出生的头一次哭声。公子说那个声音治愈心灵，是希望之声。哎，公子啊，属下对不起你。反正咱们以后是要回京城娶媳妇儿的，名声什么的不用怕。至于吗？也不能为了听2声哭叫就几天几夜不睡觉吧，简直是比产妇还能容忍。是啊，我下次一定好好劝劝公子，不能这么伤身了。走到院子外来，苏洛对着两人道：杜大夫，这段时间我比较忙，等我房子修好了，你搬到长平村去住，我们再好好交流医术。多谢苏娘子。回到长平村的这段时间，苏洛把收起来的黄豆给打了。洛洛，要不我把这一整个菜地都挖完吧，反正到了秋季我也不知道要种什么，你想种我就给你挖。也不能光种这个，留点地方我们还要种点小芹菜、大葱，还有小葱也不能少。好，都种。娘，范大师给哥哥的院子挖了好大一棵树来，还说冬天会开花，我也想种花。那欢欢，你喜欢什么花？等春天到了，娘都给你弄过来。我喜欢五颜六色，长得丑的不要。好，娘到时候给你找。川川呢？你还喜欢什么？买书，还有书柜、书桌。洛洛，燕川和他爹一样，就喜欢摆弄这些东西。你还别说，川川和欢欢真的越长越像怀旭。洛洛应该记不住怀旭了吧？是不是也经常在想怀旭长什么样，有多高，性子如何呀？我能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？其实怀旭啊，长得比陈梦清还要高，一双泉水般纯净的眼睛，整个人内敛温厚，只是可惜。婆婆，你别想太多了，不是叫南宫清去帮忙查了吗？要是有消息，他会告诉我们的。转眼11月份，范高层房子已经完成，油漆也已经上好，把尾款结给范高层。苏洛这次是最后一次为村里人发工钱。张秀娟有点不舍地站在陈燕身边。陈氏，明天就不用来村头做饭了，我还真是有点不习惯。看你说的，苏洛他们房子建好了，我们应该替他们高兴才对。我高兴啊，这么大的院子，整个永乐县都没有比他们家更好的了，还是我们一天天看着一点点建成了，说起来还有点成就感。几位婶婶，这几月下来你们辛苦了，不过可能你们还是要继续做饭。苏洛坐在村头发工钱，他已经和范高层谈好，范高层要回京去接另一个工程，但他手里的瓦工师傅可以留一半下来给苏洛帮忙。苏洛，房子都弄好了，你的意思还叫我们继续做饭？这去哪儿做呀？小婶，我还有100亩良田啊，我想给我的田里修一条大路，
马车能过的大路，还有在那里也要修个房子，还有牛棚，所以你们还得要做饭，搬去水星庄做饭。站在大院子门前，赵如云内心感慨万分。他们的新房建好了，他们有新房子住了。苏洛、赵氏，房间已经打扫好，你们进去看看吧。村长说过。赵如云就牵着燕川和易欢走在前面，苏洛和村长跟在他们后边。苏洛，你们什么时候搬到这里来？日子选好了吗？没呢。村里有人会算日子吗？王铁柱的爷爷会算，算一次3文钱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们现在就去找王爷爷算日子。几人一起去到王铁柱家里，王爷爷手里拿着一本黄历，靠在门口眯起眼睛，借外面天光照亮。陈苏氏，新房酒的话，3日后就是个好日子。可你们若是觉得太急了，就11日后，这2天都是个不错的好日子，一办酒。洛洛，11日后再搬下来，还是？不，我们就3日之后办新房酒，我来弄。婆婆，你不用担心。婆婆，你看你要邀请谁来，你自己做主，我们明日就把东西从瓦窑搬过来。好，洛洛，我们都听你的。晚上，苏洛就开始写请帖给南宫清和杜修远，给江县令也写了一份，不知道他会不会来。苏洛让福满楼主店停业2天，让后厨全都来这儿给他帮忙。李大叔，明日你家开始多做点豆腐，我办酒的话大概是要50斤左右。燕川娘，你放心交给我。还有，恭喜你们，新房子终于建好了。谢谢。李婶现在每日嗜睡，苏洛不好去打扰她。她还要去瓦窑整理一些还能用的东西，明日就把东西搬下来。婆婆，把棉花装好，还有它的种子，新的被褥明天也搬走。我的这些箱子还是新的，也留着。你的东西你做主。赵如云东西不多，收拾一下就好了，被褥他们明天再收。洛洛，你先收着，我出去做晚饭。好。苏洛捡起床底下的小木箱，上面全是灰尘，很旧了，都可以直接拿去烧掉。不过苏洛还是习惯性的打开看看有没有东西。借着油灯打开小箱子时，入目的真有东西，里面有一封很旧且发黄了的纸张。苏洛打开一看，瞬间蹙眉，最显眼的是那3个大字和离书，上面写着：吾至边关，求死一生，怜吾父上幼，如可写此书，再逆2人，同心同德。陈怀旭。陈怀旭啊，陈怀旭，既然是要和离了，为什么还答应我进门？既然满是祝福之意，为什么又要了原主的身子？还是说你被迫无奈，或是想要留下一个人陪着赵如云？这和离书是你给原主的退路，还是你内心的愧疚？这张和离书苏洛放进空间里，以后要是有什么变故，或许用得到。又收拾了一会儿，赵如云就叫去吃饭了。第二天中午把锅碗瓢盆都弄了下来。燕春娘，我来帮你们把东西拉到村头去，这样快一点。苏洛二嫂，你们怎么不叫我们一声？还是我们听到别人说你们要搬家了，我们过来帮你们都晚了。原本以为也没什么，我和洛洛自己弄一下就好，谁知一收完东西这么多，得亏你们来帮忙了。李大叔帮忙用牛车拉3次，才把瓦窑的东西搬完。弄完这些，天也黑了。第2日一早，福满楼的大厨们就把菜和肉拉了过来，鸡蛋什么的，该加工的菜都在今天准备好。第3日，苏洛给2个孩子换上最新的衣服，还有他自己和赵如云今天的头饰也比平时要多些。
燕川娘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今天要来白吃你们家的席了。哪里，你们能来就好。燕川娘，听说你把你酒楼的大厨都给请过来做饭了，我们没银子去酒楼吃，今天怎么也要尝尝大厨们的手艺。婶婶，一会儿一定要好好品品啊，要是他们做的不好吃，那就得好好改改。燕川娘不愧是长平村的人，有我们村的风格。那是必须的，婶婶。快要开席时，南宫清和阿旭也到了。思洛，恭喜恭喜，小小心意。谢谢啊，快请进吧，我给你留了2个主桌的位置。好，那我就先进去了。公子，你怎么不等等我呀？哎呀，苏娘子，恭喜恭喜啊！这院子啊，在永乐县本官还从未见过比这个更好的。不错不错。江县令，感谢您能来韩氏，您里面请。苏洛让赵如云迎接其他客人，他亲自带县令和南宫清他们去入席。请问这是苏娘子的家吗？是，请问您是？老夫姓樊，是苍溪书院的院长。这位是小儿，也是苍溪书院的教书夫子，不请自来，还请见谅。赵如云满眼惊喜，人他不认识，可苍溪书院他知道啊，那可是永乐县最好的学堂。樊院长，樊夫子，请进请进，你们能来，我和我们家洛洛真是太高兴了。樊老师您啊，你能来这儿真的是蓬荜生辉，您快请坐，樊夫子也坐。不请自来，苏娘子不会介意吧？樊老客气了，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姐姐，好久不见。赵如云看到面前的人，熟悉的五官，耳鬓两侧长了些许白发，样貌比起他来还要老上3分。春兰，你怎么变成了这样？婆婆，这位是？洛洛，这是我的亲妹妹，你叫赵姨母。姨母好，欢迎来到我们家。春兰，这是怀旭的媳妇，我们家都是靠着她撑起来的。姐姐，侄媳妇儿长得真好看。姨母抬爱了，请进去坐吧。承运太爹，你把礼给交了吗？交了，你们姐妹许久没见面，我都不好打扰你们。来就来了，还带什么礼呀？都别站在这儿说话了，姨父姨母，进去坐吧。赵如云把赵春兰带到后院他的房间，苏洛和村长还有南宫清县令他们已经开始剪彩了，樊院长为他们提的贺词。院门外爆竹声声，示意开席。苏洛在院内吃着，院外还有10几桌。不过苏洛看到了一个他没有邀请过来的人，陈大志在门外吃着酒席，罗梅也在他身边。洛洛，你在看什么呢？吃菜。没什么，婆婆。哟，我还没到，你们就敢开席了？苏洛皱眉，这个人在他的记忆里好像有点不清楚的印象。正当自己想不出这个自大的人是谁时，门外的陈大志露出那种看好戏的神情。这个人难道和陈大志有关？洛洛，这个人是苏广，你哥哥。什么？哥哥？婆婆，你招呼好姨母和婶婶们，我去就来。苏洛也向着苏广而去，在他面前停下。妹妹，签了这么好的房子，怎么也不叫哥哥过来给你祝贺祝贺？我不叫，不是有人替我叫了吗？妹妹，咱娘去世这么久，你也不去给她表示表示孝心，在本朝不孝可是大罪。要不你把银子给我，我去替你捎给娘。
不就是孝敬苏母吗？他昨日买了好多的香烛纸钱，都还没用完，够孝敬的了。巧了，我家里有好多银锭子，还有黄金，都藏在我家祠堂里，我带你去拿。快带我去拿！苏洛眉角一抬，便领了苏广往后院的方向而去。我刚才没看错吧？苏广怎么就跟苏洛进去了，还笑得那么开心？难道苏洛答应给银子了？苏广最好是不要忘记我，要到银子之后分我一点辛苦费。苏广，这些金子银子你随便拿，拿完也没关系啊，我还可以去买。苏洛，你敢耍我？是你先耍我的。苏母已死，我不给他死人用的东西，难道是要给他活人用的东西吗？好你个蠢货，今天不给我100两银子，我就把你外面的酒席给掀了。别忘了你是我娘救回来的，我要你好看。所以我才把这些给你娘啊。你，老子打死你！苏广拳头从苏洛身后打来，苏洛也不惯着他，抓着他的手臂一个过肩摔，把他摔在地上。还想打我？你以为我还是以前那个任你打骂的苏洛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苏母死后的第一件事，你就是把我卖给了陈家。你还想要从我这儿要银子，你也不看看你是谁。你来我这儿之前，陈大志没告诉你他之前被我打得有多狠，没打听清楚你也敢过来找我。陈大志只告诉他苏洛有银子，今天又是他办酒席的日子，家里全是客人，只要他来闹一闹，苏洛为了面子一定会给他银子打发掉的。苏洛，你放开我！放开你？放开你去前面闹我酒席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天你敢闹我酒席，明天就是你的死期。哼，威胁谁呢？你个女人还敢杀了我不成？你笑，你知道坐在院子里主位的是谁吗？那是堂堂永乐县的江县令。你扰乱我的酒席，县令第一个抓的就是你。当然了，就算是把你抓了，也只是关几日。不过杀人偿命，你把你妻子亲手打死，埋在路边，就以为没事了吗？以我和县令的关系啊，要你3更死还是5更死，阎王说了都不算。苏洛可不是原主，既然来到这个世界，他怎么也要把自己的过去弄明白。说话要讲证据，我怎么可能杀人？证据在我手里。你还记得被你卖掉的女儿吗？她亲眼看见你杀了人，怎么杀的，尸体又在什么地方，她都知道。我有供词为证，还有人证。你不想死的话，就给我滚！苏广的女儿被他卖到红楼里去。苏洛在查到这些时，本想着苏母怎么也救过自己的命，就当作报恩，还他孙女儿一条活路。可惜他命不好，最后还是病死了，留下了苏广杀他母亲的证据给苏洛。硬的打不过苏洛，软的也干不过。苏广灰溜溜的从地上起来。苏广，下次再出现在我面前，等待你的就是县令大人。出了陈府大门，陈大志跑过去迎接苏广。怎么样，苏兄，银子要到了吗？陈大志，我差点被你给害死，再利用我去对付苏洛，我死之前第一个拉你垫背。洛洛，那个人呢？赵如云指的是苏广。走了，我和他已经没有关系了，以后也不会再来找我们。那就好。洛洛，我们明年不是也要请人去田里面干活的吗？我就自作主张，让你姨母和姨父也来，照顾他们一点儿，你同意吗？好啊，等我那里的房子建起来，姨母还有姨父都可以过来，程云哥也可以一起，这样一家人在一起方便一点。乐乐，姨母谢谢你，还能为我们家程运着想，这一杯酒，姨母敬你。看看你们2个都不会喝酒的人，还喝什么酒啊？吃菜吃菜。
直到宴席快要结束，杜修远到苏洛身边说了一句：“苏娘子，县令那桌请你过去一下。”苏洛拿起一杯酒，起身到南宫清的身侧：“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今日事多招待不住，还请各位见谅，我在此敬各位一杯。”苏娘子客气了。苏娘子，方才听村长和你小叔说起，今年在河边又种了3亩稻谷，到了现在谷穗都已经长成，这个季节还能种出稻谷，我们都很稀奇啊，可否带我们开开眼呢？江县令，看看可以，但是你可不能用你的官威逼我交给朝廷啊，这可是我自己的粮食。苏娘子，国有国法，粮税1年只缴1次，有老夫在，大司农来了也不敢抢你的粮食。本官就是去看看，在本官管辖之地能种出2季稻谷，本官只会如实上报，不会抢苏娘子的粮食的。这个关乎本官的官运，本官的前程都在苏娘子的手里，绝对不会做出匪徒之事啊！县令您言重了，大家都想要看的话，那我们就一起过去看吧。宴席结束，一众人来到田间里头。第2季稻本就长得快，加上南方天气，再过半个月就能黄了。看这个样子，比他们收到的第1季稻谷产量还要高。苏洛的预算中，这3亩2季稻能有3000斤的样子。苏娘子，老夫只以为你在文采领域能发光，没想你在农作物这一方面更伟大，以后南宁会因你而强大呀。樊老过奖了，我一女子没有你说的这么伟大。公子，这些稻谷能长出来，一定是因为公子挑的份。不会拍马屁就别拍。苏娘子，本官一到这儿来，就好像这才是秋收的景象一样啊！历朝历代以来，你是唯一一个能在秋收后还种出稻谷来的。不过苏娘子，你这2季稻才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就成熟，应该用的不是我们正常稻谷的种子吧？当然了，这个可是我精心培育挑选出来的种子，我敢说这个稻谷是南宁国的独一份。苏洛，这个稻谷成熟之后，您想怎么处理它们？粮食当然是拿来吃啊。开玩笑的，我知道你们心中所想，不过我们村的村民更早的就跟我来预定了，等我收了这3亩地，他们会用自己的稻谷过来给我换种子。苏娘子啊，既然如此，老夫是不是也能和你换一点种子啦？可以，不过你们也不要高兴得太早，这第2季稻谷生长也是需要环境的，它只能在南方生长，北方太冷，这个品种是种不活的。回去的路上，两人都坐进了一辆马车里。公子啊，苏娘子这次可算是立了大功了。我国南方要是都种上这种第2季稻谷，百姓还愁挨饿吗？国富先富民，我朝的统一大业有盼头了。江县令，你回县衙后立马上书给周礼，通知安长州的知府，让他派人过来好好守着苏洛家的3亩田，白天赶麻雀，晚上放小偷。是，下官立刻去办。天还未黑着之前，有一个小道童冒雨前来，给苏洛送了一封信就走了。这个字迹是那虚空老道的，这一次应该是最后一封了。虚空写道，徐天河在昨夜死了，被陈喜鹊咬破脖梗，失血过多死亡的，就死在他身上。不过陈喜鹊也好不到哪儿去，徐家把他和徐天河定在一个棺椁里，给徐天河陪葬了。陈家很快就会收到消息，说陈喜鹊不愿独活，自愿去陪徐员外。晚上，罗梅果然就收到了陈喜鹊的死讯。徐府来人只是说陈喜鹊随徐员外去了，并不说具体原因。哎呀！娘，你怎么回事？是徐府的人吗？是不是喜鹊派人来看你的？是你，
是你们害死了喜鹊，她死了，我的女儿啊，我的女儿死了。死了？怎么可能呢？就算徐员外死了，妹妹也不可能死的呀。徐家那么好的日子，她怎么会死？罗梅哭得声嘶力竭，把手里徐家慰问的10两银子狠狠地丢在院子里，好像把银子丢了，陈喜鹊就能回来一样。娘，咱们先回屋再说。陈梦清把罗梅拖进屋子里。陈大志看到两人进屋后，他冲刺般地跑到院子里，把罗梅丢的那10两银子捡起来。哭什么哭？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她自己不想活，这能怪谁？这个女儿真是一点用都没有。那徐老头死就死了，他明明可以掌控徐家，非要跟那个徐老头一块儿死。哎，蠢货呀！陈大志，就是你，是你逼着喜鹊嫁给徐家的，是你害了她。怎么是我害的呀？别忘了，是徐家逼我们家的。要是像你这么说来，孟青需要喜鹊的聘礼，需要银子，那孟青也有份儿。喜鹊出嫁的事你也是同意的，如此说来大家都有份儿，你不要怪别人。好了，你们不要吵了，光吵架有什么用？陈孟青，你吼我们有什么用啊？你把你妹的聘礼全部花光了，现在活计也没有，你还有脸来吼你老子我？你们啊！罗梅指着两人，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了，两眼一翻，晕了过去。2日过去，天气又变得晴朗，赵如云依依不舍地送赵春兰到村口。婆婆，有杜大夫的药童送姨母回去，你就放心吧。洛洛，7年了，我和你姨母7年没见过面了。我知道，等明年姨母在水庆庄的时候，你们想见就能见了。赵如云哽咽点头，和苏洛回到家里去。第2日，苏洛准备去福满楼看看，还未出门就听到了门外一阵马车的轱辘声。苏洛出来就看到了江县令和一个官威凛凛的中年男人。苏娘子啊，这位是安长州的知府大人。民妇见过知府大人。苏娘子见外了，本官许洪阔。听闻苏娘子种出第2季稻谷，特地前来一观，这一次真是让本官大开眼界啊！一切都是为了解决温饱而已。2位大人，请进屋里坐。苏洛把两人请到主院的会客厅，又亲手为两人煮茶。苏娘子，你能种出2季稻谷，这可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儿。所以本官打算派人日夜守着苏娘子的3亩田，以防小人。不过苏娘子也不用担心他们的伙食问题，县衙会自行解决，你看如何？徐大人的好意，民女心领了。不过我的原则，相信江县令也跟你说过，我种粮食是为了吃。你们要是想要第2稻的种子，就要拿稻谷来跟我换。我不说，你们自己应该也知道，我有御赐的100亩良田，我也要给我自己留下几10斤左右来种。官府拿第1季稻谷跟他换，不但能得到一个好名声，对燕川将来的仕途也会有一定的帮助。那是自然的。苏娘子，你能如此奉献，本官一定会把苏娘子的功绩报上去。陛下向来赏罚分明，不会亏了苏娘子的。那民妇就多谢大人。许洪阔看着苏洛，年纪不大，却处处透着睿智。这个女子舍掉眼前重利，而选择细水长流的方式，不简单呢。2位大人舟车劳顿，今日就在寒舍用了餐再回去吧。不了，家中母亲身体不适，本官不放心，还要早些回去。既是如此，苏洛也就不挽留了，起身准备送两人出去。燕川娘，我听你李大叔说，杜大夫住在你这里，我来找他切个脉。李婶，杜大夫在药房呢，你们去找他。
见苏洛还有客人，李大叔和李婶儿就不打扰了，自己去药房。两位大人，请。苏娘子，刚才你们说的杜大夫，是不是永乐县济安堂的那个杜大夫？正是。知府大人也知道杜大夫吗？许洪阔只听说永乐县有一个从京城而来的杜大夫，医术被人称赞。他母亲一到换季就头疼，吃什么药都不好。这次他来视察第2季稻谷，还有一事儿，就是想请杜大夫去安长州为他母亲看病。本官想见一见这个杜大夫，还请苏娘子带路。一切正常，这个月份了，还是要多走动走动，饮食也不要太过于进补，荤素搭配最宜。杜大夫，你真的太厉害！自从我不孕吐后，老李天天给我买肉吃，我都胖了。你们2个还是要注意的，胎儿只要健康就行，最好不要吃得太补，把胎儿喂得太大，分娩很危险。我们记住了，一定合理饮食。见到苏洛他们进来，两人起身告辞。县令大人，燕川娘，我们就先回去。县令大人，这位是……哦，这位是安长州的知府大人，有点事情要见杜大夫你。好，原来是知府大人，失敬失敬。大人可有哪里不舒服？不是本官，是本官的母亲长期头痛，所以本官想请杜大夫去安长州给他老人家看看。知府大人，令堂可有服用药物？吃了很多草药，开始还有所缓解，现在药食的作用也不大了。听说杜大夫医术高明，所以本官才会想请杜大夫跑一趟。杜修远为难地看向苏洛，吃药没用的话，就只能针灸。可对方是一个老妇人，很多人宁愿疼死，也不愿宽衣给他们大夫治疗。老夫……杜大夫，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吧？苏娘子也会医术吗？知府大人，实不相瞒，苏娘子其实是老夫的师傅，医术在老夫之上。苏洛会医术这件事情，连县令都不知道，许洪阔更是震惊。一个如此年轻的女子，不但种出第2季稻，连京城来的大夫都甘愿做她的徒弟。她真的只是一个村妇吗？既然如此，劳烦二位了。两位大人，容民妇再跟家里人说一下，收拾一番。好，苏娘子请。安长州可比永乐县大多了，如果这次能送知府一个人情，以后福满楼去安长州开分店就容易得多。跟着许洪阔的车队走，从早上一直走到深夜才到安长州。许洪阔作为知府大人，院子却很朴素。老爷，你怎么才回来？饿了吗？妾身去给你做点吃的。苏娘子，杜大夫，这位是本官的妾室，也是本官的表妹韦安云，你们可唤她韦姨娘。老爷，这2位贵客是？他们是我从永乐县请来为母亲看病的大夫。母亲呢？睡着了吗？母亲头痛难眠，要靠着安神香才能入睡，现下安寝了。许大人，既然老夫人已经睡着了，不如明日我们再为她看诊。也好，安云，我们都累了，你去给杜大夫和苏娘子安排客房。苏娘子、杜大夫，这边请。看得出来，许洪阔和他的表妹感情应该很好。韦姨娘也懂得药理？不懂，我每日都要为姑妈熬药，身上可能沾了药香吧。苏娘子是杜大夫的药童吗？算是吧。翌日一早就被韦安云来叫，说是老夫人醒了，许洪阔请2人去看看。苏洛过去时，杜修远正在给许老夫人切脉。母亲，你今日还头痛吗？比昨日好些了，多亏了安云的按摩，
让我少受了一点苦。姑妈，只要你能好起来，我天天给你按都无妨。老夫人，除了头痛外，还有什么症状吗？我这是老毛病了，除了头疼，全身没有力气，有时候呼吸也困难，要靠着安神香才能入眠。老夫人，这个应是风邪偏头痛，吃药无效的话，可做过针灸。听杜修远的话，徐老夫人立马坐直了身子。老夫人不必紧张，苏娘子的针灸不在老夫之下，若你愿意尝试，可由苏娘子代劳。母亲，杜大夫是从京城来的大夫，医术比安长州的大夫都要好。他说的话你就试一试，让苏娘子给你做针灸，说不定您这病就好了呢。每次见您发病，儿子心里是万分担忧，找了这么多的大夫，就是希望您能快点好起来。好吧，反正我也是一把老骨头了，试试就试试吧。老夫人，请。回到房间，徐老夫人屏退下人，许洪阔和韦安云一干人都在门外候着。坐在床边，苏洛先给老夫人把脉。苏娘子学了多久的医术啊？10多年吧。老人和善一笑，显然有点不相信苏洛的话。这个脉象虚浮无力，配合苏洛学过的西医知识，就是湿气严重、血液难以循环导致的头痛和无力。用针灸刺激穴位，缓解病痛，完全不是问题。老夫人，我知道该怎么给您治疗，您请趴在床上。徐老夫人解去上衣，苏洛从背后为她针灸。老夫人，您再坚持一下，一会儿就可以拔针了。没有听到老夫人的回答，苏洛看向她，只见徐老夫人眉头越皱越紧，双腿突然抽搐了起来。苏洛一惊，赶紧把徐老夫人头上的银针给拔了。正当苏洛拔完头上的银针，老夫人直接一口黑血吐了出来，而苏洛手里的银针进入肉里的位置有了微微的变色。老夫人，你这是中毒了。痛，我的头好痛啊！是谁要害我？苏洛给老夫人穿上衣服。到底是谁给这么一个老人下毒啊？这种毒应是慢性毒药，把脉也把不出来。下毒之人心思何等细腻恶毒。苏洛从空间里拿出一颗急速止疼药，喂给徐老夫人。徐大人别冲动，针灸时不可被打扰。杜大夫，你没听见我母亲的痛苦的叫声吗？你让开。大人，你要是冲进去，出了意外，老夫人是会死的。老爷，你还是听大夫的。你听，现在姑妈不是没有声音了吗？你们几个都进来再说。苏娘子，怎么回事？我们都想得太简单了。母亲，母亲你怎么样了？姑妈，你还好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苏娘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母亲怎么变成了这样？阔儿，不关苏娘子的事，是有人要害我。姑妈，到底是谁敢害你？告诉老爷，老爷一定把他就地处罚。许大人，韦姨娘，老夫人经常头痛不是普通的风邪之症，真正的原因是老夫人中毒了。怎么会中毒？苏娘子，我家老爷为人公正，又没有什么仇人，谁会给姑妈下毒呢？你可弄清楚了。这个毒很诡异，呈现的脉象和风邪之症一样，但实际上它是慢慢进入到老夫人血液里。要不是我这次刺血加快了血液循环，不然连银针都刺不出来。许大人请看，银针刺血有排毒作用，老夫人刚才的痛苦叫声就是身体里的毒素快速流传。如此难以发现的毒，必定要长达几年的时间慢慢下，不然做不出这种效果。苏娘子，
本官目前的头痛之症是从4、5年前开始的，那岂不是？来人，老爷，你们叫人把徐府全部给围堵起来，院里的人不准出去，没有本官的命令，外面的人也不许进来。是。老爷，此人敢给姑妈下毒，那妾会不会也……后院和许洪阔有关的女人，除了老夫人，还有一个就是韦安云了。她自从正妻亡故后就没再续弦，不知韦安云是否也遭了毒手。杜大夫，苏娘子，你帮安云检查一下，她身体里有没有这个毒。苏洛拿起一个茶杯，用银针在韦安云的手指上扎出一滴血来。许大人，这种毒大概会让血液凝固，韦姨娘没有身体不适的话，应该就没中毒。那苏娘子，杜大夫，我母亲这个毒，你们能解吗？交给我们吧，徐大人还是要多注意老夫人的饮食方面，吃的用的都要一一检查，不然老夫人发病的次数多了，能不能挺过来就不一定了。半个时辰的时间，徐府上上下下所有人都被叫到院子里来站好。听说是老夫人中毒，他们所有人都有嫌疑，丫鬟、婆子还有家丁们个个人心惶惶。我不知道是谁这么大胆子，敢害老夫人。你们要是自己承认，老爷或许还能饶过你们的命。要是等老爷查出来，谋害朝廷命官家属，就只有死罪一条。看着所有人低头不语，颤颤巍巍的，害怕事情与自己有关，韦安云直接站了起来，吼道：别以为不说话就可以逃得掉，你们的吃住的地方，老爷已经派人去查了，等查出来是谁，我要他好看。徐老夫人的房里只留下了一个伺候她的老嬷嬷在里面，许洪阔坐在她床边尽孝。母亲，感觉怎么样了？苏娘子，你刚才给我吃的是什么药？吃进去一会儿，我头就不痛了。老夫人，刚才那个是我研制的止痛药，药效猛烈，您吃一次即可，不能多吃。母亲，苏娘子不会害你，我们就听苏娘子的，用草药慢慢溶解你血液里的凝脂，你的头痛之症会慢慢好起来的。老夫人，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饮食爱好？苏娘子，我们老夫人每日必喝的就是汤，但也不一定喝同一种汤，不知道这和中毒有没有关系？那给老夫人煲汤的是同一个大厨吗？不是，鱼汤是方大厨煲的，鸡汤又是另一个人。苏娘子不必担心食物的问题，厨房我也叫人大量抽查了。大量的抽查也未必能把下毒之人找出来，不熟。许大人，不知府上可有隐秘的出入口，比如狗洞？苏娘子的意思是赶狗出洞？没错，不要让人查得太仔细，多查2遍，院外该围的地方就围起来，该放松的地方就放松。苏娘子，你很厉害。投机取巧罢了。到了夜晚，果然许洪阔叫来的人什么都没查到。深夜时，后院偏僻的一处狗洞内，有一个身影鬼鬼祟祟地跑出去，个子不大，应该是个女子。女子的头刚钻出狗洞，就被2把大刀给架住，带走。而院内大厅全部又亮起了烛灯来。徐老夫人和许洪阔坐在主位上，苏洛还有杜修远坐在堂下。大人，属下在狗洞外抓获了此人，这是从他身上搜到的东西。见到女子的脸时，老夫人和许洪阔不可置信，连表情都凝固了。是你，居然是你！她是许洪阔的通房丫头，从小伺候在许洪阔身边，因为没有孩子，连个妾都抬不上。杜大夫，你们看看这是什么？是不是和我母亲中的毒有关？这是血芒草，有剧毒。什么？许大人，这血芒草有剧毒，
使之体内血液凝滞，血液堆积无法流动，会导致血管爆裂而亡，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七窍流血而亡。不过如此剧毒之物是不可能一次性给老夫人食用的，血芒草应该是被稀释，才一点一点地进入到老夫人身体里。阿言，我对你不薄，老夫人更是处处照顾你，你为什么要给老夫人下毒？对我不薄？哼，那你为什么不抬我为妾？连一个娼妓之女你都纳了，我从小伺候你，凭什么比不上她？住口！阿言，要不是老夫人可怜你，让你来伺候梳洗，你还不知道过成什么样呢。你以为你曾经做过的那些事，老夫人不知道吗？于嬷嬷真是恨不得当初把这个丫头拿去浸猪笼，免得还来祸害老夫人。大人，老夫人，说是我猜的没错，这个丫鬟应该是在你的漱口茶里下毒，把泡过血芒草的水稀释，放入茶叶，掩盖血芒草的味道，毒素残留在口腔，不多，长积月累的把毒下给你。猜对了又如何？我只后悔没有加大药量把他给毒死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杀了我的孩子，让我一生无子，他该死。阿言有过孩子吗？他为什么不知道啊？转头看向老夫人，只见徐老夫人摇头叹息。母亲，孩子是怎么一回事？老夫人阴沉着脸，示意于嬷嬷把门外所有的下人支得远远的，家丑不可外扬。苏洛见状，与杜修远一起告辞道：徐大人，老夫人，我们也就先退下了。苏娘子，事情还未水落石出，我还需要你的协助调查。是。阿言，若不是老太婆我出手，那个孩子你还想生下来不成？老爷的孩子我当然要生下来，可你呢？为了老爷先娶正妻，我想让庶子越过嫡子，活生生的把我的孩子给剁了。要不是看我再无生育的可能，这些年你能只让我给你梳洗吗？你做的这一切不过是对我的愧疚，不过是在弥补我。你既然害我至此，我当然要想办法报仇。我要看着你死，还要天天往你的牌位上撒黑狗血。你怎能如此的蛇蝎心肠？阿言，你那个孩子是阔儿的吗？同为女子，我深知守寡的苦。阔儿要是有了正妻，你也很难再见到他，这些我都懂，我可怜你呀。一记重雷打在众人身上，连苏洛都觉得此事越来越离谱了。徐老夫人不让阿言生，还帮他瞒着所有人，只为了能让他活命。而阿言也明明知道那个孩子的来历，却还要找老夫人寻仇。苏洛真的越来越听不懂了。孩子不是老爷的，还能是谁的？事到如今，你还要编织这么劣质的借口，还想冤枉我？你有什么证据说我的孩子不是老爷的？唉，我老了，这件事情本来是要带到棺材里面去的，可你非要自找其辱，那我就让阔儿自己来处理这件事吧。母亲，阔儿，这事儿一直瞒着你，不成想惹来祸端。那年你来安长州任命知府，我们本想等你安稳了再过来的，也是那个时候阿言有了身孕，这本是一件喜事儿，但这个孩子的父亲却另有其人，我们京城那钱管家的儿子。我发现了这件事后，就把那一家子都给发卖了。
阿言肚子里的孩子也是那个时候堕掉的。那个大夫用药不精，导致他终身不孕，他又常年被你忽略。你当时又是刚刚上任，在官场里容不得丁点的错误，这种不光彩的事情怎么能传出去呢？所以我就没有告诉你。不过听说那个管家一家又被别人买去看田庄去了，他那个儿子得了重病，前几年就死了。老夫人语重心长地说出当年的事儿，阿言像是被触及痛点一样，猛然朝老夫人跑去。许洪阔立马用身子护住老夫人，阿言撞到许洪阔的后背上，咬了2、3个口子，才被苏洛拉了下来。是你们害死了我的董郎，要不是你把董郎一家卖了，他又怎么会死？董郎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心待我的人，没有他我也不想活了。可是我不能死，我还要给他报仇，要死也是你们先死。苏洛摇头，明明老夫人给了他一条平坦舒适的路，可他不愿走。许洪阔拳头捏得铁青，阿言除了暗害老夫人外，还背叛了他。也庆幸这些年有韦安云，再也没碰过这个丫鬟。来人，把这个女人给本官收监，处死刑。许洪阔，就算我死了，也一样有人收拾你们。快闭上他的嘴，免得他在这儿危言耸听。苏娘子，此乃家丑，让你们见笑了。老夫人，我们只是来这儿给你治病的，病患家的所有的私事，在我们这儿都是病患的隐私，为病患保守私密，是医者最基本的修养。苏娘子，你能明白，我就放心了。不过我身体的毒能解得好吗？老夫人放心，既然已知是血芒草的毒，我会和杜大夫研究一个新的解毒方子出来，只要您慢慢调理会好的。苏娘子，杜大夫，麻烦你们了，一定要治好我姑妈。两人点头就回房去了。收拾好自己，苏洛的房门果然就被敲响。谁啊？是我，苏娘子，我来找你有点事情。听声音是韦安云的。苏洛打开房门，韦安云手里拿着一个包袱，就冲进了苏洛的房间。苏娘子，这是我这些年收藏的一些东西，现在都给你。韦姨娘这是什么意思？收买我，还是封口费？苏洛娘子，这些不管是封口费还是其他的，反正他们都是你的了。无功不受禄，我们给老夫人看病的诊金自有许大人给，这些东西韦姨娘还是收回去吧。苏娘子，这是我全部的身家了，等明日你们给老夫人开好解毒的药方，就会涌了现去。以你的聪明才智，就算知道了什么，也请守口如瓶。苏洛在心里冷笑，事情真的和他想的差不多。阿言一个伺候洗漱的丫鬟而已，怎么能连续给老夫人下毒多年？这中间一定是有人给他打掩护，还必须是个在府里面说得上话的人才行。要不是阿言最后被拖走说的那一句话，韦安云也不会这么急着来收买苏洛。韦姨娘，不该说出去的东西，我和杜大夫绝对不说。你这些东西收走吧。苏娘子，你就收下吧，这些银子够你在乡下买好几亩田地了。我家里良田上百亩，说不要就是不要。韦姨娘要是非要把这留在我这儿，那明天我就交给许大人处置。至于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些财物，你还是自己去和许大人解释去吧。真是不识好歹。望着被韦安云甩得震响的门，
想治好老夫人的病，光靠除去一个阿言还是不行的。第二日一早，苏洛和杜修远准备出门去抓给老夫人吃的药。苏娘子，你们也要出去啊？我们自己去给老夫人抓药。许大人，老夫人中的毒，只要毒素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爆发，并非时时刻刻头疼无力。阿言下的毒非常非常少，想要老夫人的命，最起码还要1年的时间。能让老夫人这么痛的，除非是有人故意引导，加快毒素在体内的运转，比如药引或是香气。大人好好想想阿言被带走时说的那句话吧，好好查查，不然等我和杜大夫走之后，老夫人再有什么就不好说了。苏娘子，你们先去忙吧。没有上马车，许洪阔甩着宽大的衣袖又回到了府里，步伐怅惘，笼中的奸情难掩失望。苏娘子，不知道我想到的那个人是否跟你想到的是一样的？迷局中的事情让局中之人自己去解决，我们做好我们的局外人即可。说完，两人便向外面的街道而去。韦安云的形象一直都是孝顺懂事的模样，这不一大早就去伺候许老夫人去了。许洪阔本来是要回衙里的，谁能想到他又折回到院子，而且是直径的去韦安云的房间。这个房间他很熟悉，虽然不常睡在这儿，但韦安云和他有着共同的爱好，两人都喜欢看书。站在这个书柜面前，手指抚摸过上面的书籍，好多夹缝都没有打扫到位，里面有很多灰尘。如果是常常看书的人，书籍不会变成这样。许洪阔的手指停在一本药理的书籍上面，这本书的磨损程度是一眼就可以看出的。韦安云曾经和他说过，为了可以给老夫人调理身体，他要学一些医理。可这些医理他可有用在正途上？许洪阔翻开这本书一看，里面夹着好多的小纸条。不过很快许洪阔就看到血芒草的记录，这3个字被韦安云用笔标记，他果然是知道这种毒的。再看纸条上写的东西，牛膝活血亦可治香。许洪阔瞳孔微缩，结合苏洛跟他说过的母亲的病症，握着书籍的手青筋暴起，可见他内心的熊熊怒火。大厅内，许洪阔把从老夫人房里的香炉丢在韦安云面前。说吧，里面的香灰呢？老爷，这香灰太久，妾就叫人给倒了。妾真的不是老爷所说的，是害姑妈之人。老爷莫要听了旁人的挑唆，冤枉妾呀！哼，是香灰太久，还是你想毁尸灭迹？你以为阿言被抓了之后就能高枕无忧了吗？本官是否冤枉了你？你心里没有数吗？老爷，阿言给姑妈下毒，我是真的不知道，这和我没关系。你是不是听那2个大夫乱说了些什么？老爷，你要相信我。韦安云，你是本官的表妹呀，老夫人更是你的亲姑妈，你害她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看看你研究的这些，老夫人的熏香都是你给的，可你却用牛膝引发她体内的毒，让老夫人痛苦不堪。韦安云哭着跪求在许洪阔的脚下。这本医书他没有特意写得很清楚，并不能证明什么。老爷，妾没有用牛膝害姑妈，真的没有，妾根本就不懂这些医书，妾也只是看着研究，可根本不明白里面的草药。这一定是那个苏娘子告诉老爷你的吧？老爷，可千万不要相信她，她不是什么好人。昨夜回去之后，她还想偷妾的首饰，还把老爷送妾的玉镯给弄碎了一只。要不是被妾发现，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一个村妇而已，老爷不要相信她，她其实就是个小偷。妾今早还想和老爷说这件事，好把她和那个杜大夫给赶出去。
没想到他居然先发制人，老爷我冤枉啊！够了，苏娘子不戴首饰，那是她不喜欢，又怎么会来偷你的东西？你也不要再狡辩，你的丫鬟菊花已经全部招供，本官没有用本朝的律法来惩治你，已经是看在舅舅的面子上了，你还想怎样？来人，把菊花带进来。转头就看到菊花被2个衙役押进来，身上一条条血痕，像是被鞭子抽过。姨娘，对不起，我真的太疼了，我不是故意说出来的。母亲，平日里你是不是用的就是这种香？就是这香。安云说这个是安神香，可每次都等香燃完了我才能入睡。老爷，姑妈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求你们原谅我一次，我以后日日给姑妈你分享祈福，我真的错了，老爷。为什么呀，安云？你这是为什么呀？霍儿，让我老太婆告诉你为什么吧，不就是一个正妻之位吗？安云，你想要了我老太婆的命，你以为是我在阻挠阔儿，不让她抬你为妻的吗？可你错了，就算我死了，阔儿也不会抬你为妻的。将来阔儿还要升官到京城，抬你为妻只会断了他的仕途。你也不看看你母亲是什么人。韦安云无从辩解，他每日给许洪阔吹耳边风时得到的回答都是以后再说，而老夫人的回答就是他不可能的。今日本官跟你一纸休书，你回娘家去吧。老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不要休了我，我可是你的表妹啊。就是因为你是我的表妹，才没有对你赶尽杀绝。要是按照本朝律法，暗害婆母，你是要被乱棍打死的。姑妈，安云求求你了，不要把我休回去。我爹你是知道的，他会要了我和我娘的命，你帮帮我。我当初就不该同意你嫁给阔儿，要不是你爹求着，也不会出现今天这种事情。你还是自求多福吧。唉，我累了。老夫人说完，在于嬷嬷的搀扶之下回到她的院子里去。苏洛和杜修远熬了1个时辰才把药熬好，端给老夫人时，看到几个小厮正把韦安云和丫鬟菊花赶出府去。徐老夫人喝完药，叫于嬷嬷把碗拿下去。老夫人头还痛吗？苏娘子，这几日让你看笑话了。我只管给您治病。哦，对了，老夫人，这个是我熬的一个百草油，你要是在头痛时呢，滴上2滴，揉在太阳穴上会有奇效。听苏洛说完，老夫人立马倒一点在指尖，然后揉在额间2侧。这个味道很清凉，闻之倒没有那么烦躁了。苏娘子，这个百草油我都没见过，你还会卖吗？我给你多买2瓶。我还有很多老姐妹，她们一点也不喜欢喝药，用这个刚刚好。这个苏洛还没有想过，他这次熬的百草药只够5瓶，还是他自己出银子买的草药和瓶子。我目前只有几瓶，不过可以给老夫人你多送2瓶，等下次你用完了，我再叫人给你带些过来。那我太感谢你了，苏娘子，你这次来就多住几日，我老太婆呀是真心喜欢你。
不了，家里的稻谷熟了，我婆婆和孩子也还在等我回去。那只能等下次了。我听库尔说，你种出第2季谷稻，此乃不世之功啊！你造福了黎民百姓。老夫人过奖了，我只是一个种地的。和老夫人说了一会儿话，苏洛才出来。午饭期间和许洪阔说到第2日就回长平村去，听说安长州的马行、轿行做的都比永乐县要好，他想去买1匹马，还有1辆马车。杜大夫，我不会看马，一会儿你跟我一起去挑马吧。好，只要是我能做的，苏娘子你就叫我。安长州的街，苏洛和杜修远已经逛过一遍了，再跟人打听一下，很快就找到了马行。二位，我这儿的马可都是好马，不管你们是买去骑还是套马车，我这儿都有合适的。二位一看就不是安长州的人吧？你们放心，我虽然看上去不像好人，但绝对不会坑你们。我们要找1匹套马车的，脚力要快要好。啊，套个马车而已。你们看看这些60两左右的，这3匹都不错，你们看喜欢哪一匹？苏娘子，这3匹套马车是够，不过想要脚力好的、跑又快的，这可能还差一点儿。杜修远看着第1匹马的体格较小，体型肌肉不匀称，看上去就营养不良。第2匹、第3匹皆是如此。在看到还有一个马厩时，两人先看到了上面的价格120两，这里只放了1匹棕色皮毛的马。苏娘子，这匹马不错，很适合你提的那些要求，就是价格好说，就是不知道这马的性子如何，能牵出来走走吗？你们眼光不错呀，这匹马呀是从境外弄来的，在我们这边很少能有这样的良马，加上它来之不易，所以这价格呢比我们本地的马都要贵。价格就是这个价格，我不会减少，你们如想砍价之类的就免了吧。给我吧，我牵着它去看看。对于马，苏洛是真不如杜修远懂得多。溜了一会儿，两人都很满意，付了银子，牵着宝马出去，再去买1辆马轿，不算太豪华，老板还热情地帮两人把车套好。杜大夫，我还想着给燕川和易欢带点礼物回去，再去前面的街道看看吧。苏娘子，给燕川和易欢的礼物我来买，我还没给他俩买过东西呢。都行，买点便宜的小玩意儿即可，莫要买贵的，他们还不会珍惜。好，找了几家，两人才挑到小孩喜欢的小玩意儿。苏洛还给赵如云买了个金镯，还有4匹布。苏娘子小心，这些东西你叫我来拿就是。又不重的，我自己可以。才把手里的几样小东西给杜修远，迎面就听到了声嘶力竭的吼声：“让开，快让开！”杜修远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一个衣衫褴褛的女子给撞倒在地。那女子还想跑，不小心又被杜修远的腿给绊住，也摔了下去。跑啊，看你还往哪儿跑！杜大夫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不知道他有没有事。谢婉婉，你逃不掉的。南宁之大，早已没有你的容身之地。一个罪臣之女，只配为娼。那我宁死。那你倒是死啊！吕总管，这个谢婉婉我们押到这儿了，既是完成了交易，抓到就交给你们了。你们还不能走，收了我们的银子，这人必须送到天香楼，不然这交易不算。天香楼啊，那可是个阿扎的地方。唉，可惜了，又是一个被卖到那里的可怜人。你们看看，这小妞长得不错呀，特别是她眉间的那点红痣，简直是楚楚动人。等今天晚上，我们就去天香楼玩。
谢婉婉看着这些恶心的男人，眼眶微眯，忽然疯了一般，哈哈哈大笑起来。你们想把我怎样就怎样吗？你们问过我没有？哼，你们不是喜欢我的脸吗？那我就毁了它。不要！话毕，谢婉婉手抓起指着他的那把刀，直接在左脸上划出一刀。怎么样？我的脸还美吗？哎，你们去找下一家，这人我们天香楼不买了。萧逸成，他谢婉婉不管变成什么样，都是你们天香楼的人。他既以为常，我们就完成了指令，该怎么处理是你们的事儿。对了，他脸毁了，可是他还有才艺，琴棋书画也能给你们赚银子。吕总管还想说什么，但那两人转身就走，步伐加快，逃离现场，气得他只想捶胸顿足。再看疯狂的谢婉婉，颤颤巍巍站起来，右手瞬间砸在布庄的屋檐下，谢婉婉面不改色，咔咔骨头断裂的声音传进每个人的耳朵里。你，我如何？我手也断了，你觉得我还不敢去死吗？见到谢婉婉这样，所有人都不敢说话，这女子对自己太狠了。在这个时代，苏洛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人，宁死不屈的性格，苏洛很是欣赏。好一个落魄的世家小姐，既然去天香楼无用，不如卖给我吧。卖，我们天香楼卖100两银子，这是卖身契，这小娘子你们立刻带走。100两？她都这样子了，你还卖我100两？就20。这位娘子，20两是不是太少了呀？这样，我们各退一步，你出70两，人你立马带走。就20，此女容貌尽毁，干活手也不行了，我还要给她去找大夫医治，而她又一心寻死，这人若是要死了，我还花那么多银子干什么？哎，好，20两，我把卖身契给你。跟我走，我给你自由。扶着满脸是血的谢婉婉上了马车，苏洛撕下一块布来，给她捂住脸上的伤口，让血不要再流出来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救我？我姓苏，代名一个洛字，永乐县人，救你只是顺手的事。苏娘子，我不会为妾的，烧水做饭我也做不来，你买我，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，都不划算。你放心吧，不会做的东西可以学，做人要自食其力，而且我也不会让你去给谁做妾。外面的那个是永乐县建安堂的杜大夫，他也有他的家人，你也不要对未知有太多恐惧。我方才听那些人说你是罪臣之女，罪臣之家一般不过是男的流放，女的为娼，过程你已经走过了，现在你是自由的。我爹没罪，他是被人陷害的。你说我是自由的，可我的卖身契还在你手里。内心平静些过后，谢婉婉身上的痛才传送到她的大脑，她只能咬牙忍着。苏洛从袖口把那张卖身契递给谢婉婉。我说到做到，你身上的伤我也可以帮你医治，不过你要是不知道去哪儿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一个选择，跟我走。我要是跟你走，我能做什么？我看了一下你的手指，上面有握笔余下的凹陷，食指和中指之间有浓厚的起茧。我相信你是那些人说的世家大小姐，琴棋书画都会，你的气度也不凡。你跟我走，给我女儿做教书夫子，把你会的东西都教给她，琴棋书画礼仪廉耻，吃住全包。我每个月还会额外给你1两银子的束修。好，苏娘子，我愿意跟你走。马车很快就来到了徐府，徐老夫人见苏洛和杜修远出去了一趟，还救了个人回来。苏娘子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
老夫人，来不及解释了，麻烦你叫人弄几盆热水到我房间。好，好。回到房里，杜修远把他的医疗箱拿过来。苏洛看了一下他的手胳膊，整个手臂肿起来，给他检查一下骨头有没有断裂。忍一忍，只是骨折了。杜修远用白酒给接骨的草药一起熬，好了过后敷在谢婉婉的手臂上。苏洛再用几块小木板固定起来。处理了谢婉婉脸上的刀伤时，苏洛给她做了局部麻痹。你不要动，我会尽量把你脸上的疤缝到最小。眉毛不一定是好东西。弄好了这一切，让谢婉婉躺在床上。她的脏衣服，苏洛用剪刀剪下来扔掉。苏娘子，原来你和杜大夫都是医者。算是吧，你好好歇息，这儿是许知府的家，很安全的。翌日，许洪阔和老夫人一同出门送苏洛和杜修远他们回去。苏洛的身后还站着一位女子，白色面纱把下半张脸都遮挡完了，只余一双美眸露在外面。苏娘子，等过些天你家稻谷成熟了，我一定再去长平村。长平村欢迎许大人和老夫人。苏娘子慢走。好，老夫人、许大人，你们回去吧，别送了。许洪阔派了一个车夫给苏洛他们赶车，本来是1天半的时间就能到长平村，但因为谢婉婉受伤了，夜里只能在客栈休息，第2日下午才到长平村。娘，你回来了，欢欢好想你。娘也想你们。川川，你想不想娘？燕川点头，嘴角扬起笑容。燕川、一欢，这次出远门，我有给你们带礼物哦。一川喜欢吗？我喜欢，谢谢杜大夫。燕川，这是给你的。谢谢杜大夫。你们喜欢就好，我都不知道要给你们买什么礼物，就怕你们不喜欢。我喜欢，也喜欢杜大夫。洛洛，你们可回来了。婆婆，我回来了，还给你带了好多的好东西，你和燕川、一欢都有份儿。回来了就好，只要你没事，我就开心了。赵如云疑惑地看苏洛和杜大夫的身后还有一位蒙面的女子。洛洛，这位姑娘是？她叫谢婉婉，是我给玉欢请来的教书夫子，琴棋书画姿态礼仪就没有她不会的。婆母好，初次见面失仪了。这怎么还受伤了呀？婆婆，谢小姐的手和脸都不小心受伤了，你在西院给她收拾一间房，让她早点休息。好。燕川、一欢，这位将来就是你们的夫子，要叫谢夫子。谢夫子，请指教。明天我就要开始检查你们所会的东西，然后正式教你们。是。苏洛带着谢婉婉去休息。听说苏洛回村的第2日，长平村就发生一幕让所有人都想看的好戏。孟行，你放手！为了咱家好，你快放手啊！爹娘，我求求你们了，不要再去找苏洛他们，他现在不是我们能惹得起的。我们又不是去惹他，我拿着礼品过去，好言好语的谈着，又不是去打架。爹娘，苏洛不会嫁给我，我也不会娶苏洛的，你们别再打这个主意了，只会丢人，没用的。陈梦清，娘告诉你，你娶也得娶，不娶也得娶。自古以来就有兄死书就扫之刑。陈怀旭虽是你弟，可他死了，他死了以后，苏洛就得守寡，你把他娶回家，替你兄弟照顾好弟媳，还有2个孩子，这是合情合理的事儿，你必须做。你们放开我，这种事情我不做，快放开我。陈大志和别人打架他打不过，对付自己儿子还是绰绰有余的，把陈梦清一下子扛在肩头上，和罗梅2人往村头而去。你们刚才听到了吗？
陈大志一家要去和苏洛提亲，真是太恶心了。就是啊，我看他们就是找打。苏洛怎么可能下嫁给陈梦清啊？走，我们叫上大家一起去看看，看看苏洛如何收拾这对不要脸的东西。苏洛正在药房和杜修远商量百草油的事情。杜大夫，我跟你提的这个建议，你觉得如何？药是好药，不过这药的定价需要多少才合适？苏娘子可有想过？装着液体的瓷瓶也需要找专人打造，人工费和原材料费定价太低了，我们也补不上这个窟窿。这样吧，杜大夫，你去找人制作瓷瓶，1个拇指大小就刚刚好，按量生产，差不多是5文钱一个，除去我们的药钱，30文一瓶，那我们就还能再赚20文。好，30文，就这么决定了。两人还在商量接下来的事宜，不料门口的花花和石头突然就叫了起来：这个狗怎么回事啊？快让开，让我们进去，我们又不是坏人。你们来这儿做什么？我们家不欢迎你们，赶紧走。哎，老二家的，你们这么急着赶我们走做什么？我们今天可是有好事来和你们说的，事关咱家苏洛的事儿。这关我们家洛洛何事？老二家的，这在大门口的也不好说，不如你先请我们进去，进去再慢慢说如何？有什么事情就在这儿说，不说就出去。燕川娘，他们一家要来和你提亲，你可小心了。什么？你不懂乱说什么呀？闭不上嘴就用粪堵起来，臭死你！我说的不对吗？有本事你们今天就不要把提亲这事儿说出口啊！我现在没空跟你斗嘴，老二家的这事儿咱进去说，门口人多嘴杂的。进什么进？你们给我滚出去！这事儿你们想都不要想。哎，老二家的，话可不是这么说啊！这事儿苏洛还没说话呢，你怎么就知道他不同意啊？赵如云看苏洛一眼，苏洛只是冷着脸，不知道他内心是怎么想的。苏洛，你不用管我爹娘，这事我也不同意。你给我闭嘴！陈梦清，你给我听着啊！你要是不愿意照顾苏洛，你他娘的立刻死给我看！你们不要逼我！苏洛呀，你一个女人撑起一个家不容易，反正怀旭和梦清是兄弟，你家燕川和易欢流的也是我们陈家的血，不如你就跟了我们家梦清。自古咱这就有割死沈救书的说法，到时你们2个就负责赚银子，我们3个老的给你们看家。燕川和易欢也是我们的孙子，你要是同意，我手里的这袋稻谷就给你当做聘礼了。一袋稻谷就想娶了苏洛，也不看苏洛缺这袋稻谷吗？这陈大志和罗梅不会是异想天开，白日梦做多了，以为要成真吧？婆婆，你进去。苏洛，你怎么想的？你不说话，我们就当做你同意了。看到苏洛嘴角的笑意，罗梅和陈大志还以为苏洛这是开心的笑了。走了2步，苏洛就不走了，看着几人恶心的嘴脸，和他们说话都是浪费口水。苏洛，你干什么？你住手！你不要动，我们是为了你好才来的呀！难道你想一辈子当寡妇吗？得到自由的石头和花花瞬间冲向陈大志他们3人，跑不快的罗梅差点被咬到。苏洛，你是傻了吗？好事都不选。见人跑远，苏洛才叫回2条狗，把罗梅还没来得及扛走的一袋稻谷踢到门外面去。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？说到我去找人烧制瓷瓶，你去济安堂把药材弄齐，我们开始制作百草油。杜大夫，我们现在就出发，百草油的事情越快越好。天气越来越冷，烧炭的时节就快到了。人体吸入太多的氧化碳很容易头疼，而百草油就很好的能缓解头痛。
坐上自己新买的马车。他独自去济安堂，马车赶到后院而去，跟前院正在抓药的小药童说了，抓完药过来给他开后院的门，让他把马车拉进去。药童没有那么快，苏洛就只能下车等他。对面的拐角处有一男一女正在拉扯，离苏洛还很近，女的对男的又打又骂。老许，我怀的可是你的孩子，你要对我负责。孙小小，你一个寡妇，我是不可能对你负责的。我家里还有妻儿，你跟那么多人好，谁知道这个孩子是不是我的？眼前的这个女人，难道就是陈大志的情妇孙小小？东村的孙寡妇，她还和别人好上了，还有了身孕。反正孩子是你的，你把家里那个黄脸婆给休了，必须娶我回去，不然等我把孩子生下来，和你们闹个鱼死网破。你敢？不要和哪个男人怀上的野种就乱安在老子头上。你要是敢闹到老子家里去，老子就把你肚子上这个野种踹下来。老许，你以为我会怕吗？你敢对我动手，我就去官府告你。反正脸面对我来说早就没了，可你不一样啊，你还有孩子，还有媳妇，他们的名声要是闹没了，你也不好受。男人直接给了孙小小一巴掌，那怒火像是要把人给烧了一样。你以为老子不知道，你还和长平村的陈大志混在一起吗？敢闹老子，老子就把你的退路给闹没。孩子是你的，要么你娶我回家，要么你把银子给我，不然谁都别想好过。苏洛身后的门开了，药童带着歉意来帮苏洛牵马。苏娘子，不好意思啊，前院忙着那个客人的事儿，把你给耽误了。无碍，我刚好在这边看了一出戏。这哪有什么戏啊？进了济安堂，药童把笔和纸给了苏洛。看着柜台上的药材，苏洛把百草油药方子所需的药材记好。苏洛坐在柜台外面写方子，孙小小也走到柜台前，对着里面抓药的药童道：你给我抓一份堕胎药。这位娘子，请你把你的药方子给我。用什么药方啊？只要能落胎就好，你快去抓药给我。这位娘子啊，我们这是正规的药铺，不会随随便便开这种没有方子的药。您要是真的需要，我们这里也有大夫，您先请大夫给您切脉，让大夫根据您的身体情况再开个方子，我才能为你抓药。你们这是什么破药铺？买个药都这么麻烦，关门得了。你要是不想切脉的话，我们这儿确实是不能给你开药，你可以去别家的药铺问问。这哪来的女子啊，还在这说风凉话？你谁啊？我的事要你管。这位娘子，请你说话注意点，这位是苏娘子，我们整个济安堂都要听她的。我叫苏洛，长平村人，为了你的身体好才让你先去切脉，当然你也可以不切。苏洛都自报家门了，他相信孙小小一定从陈大志嘴里听说过他。苏洛，你就是长平村陈老二家的苏洛？娘子认识我？我可一直都听说你的。同为寡妇，我对你还是很敬佩的。你凭一己之力把一家人都给养活了，不像我。对了，苏洛，你不是让我去切脉吗？你等着我，我们一会儿好好说会儿话。好。细脉已3个月，娘子这个年纪还是小心为妙。大夫，这个孩子我不想要，能落胎吗？娘子还是生下吧，你的年纪也不小，高龄很危险，一尸两命可不是开玩笑的。这个意思就是，就算孙小小想要落胎，他们也不会给她开药。可要是把这个孩子生下，她一个寡妇又该怎么养？在心里做了一阵挣扎，她决定把这个孩子留下来。现在就差个人帮她养孩子了。孙小小转头看向那边的苏洛，心有一计。苏洛，其实我对你的事知道不少，也知道你和陈大志一家关系不好。你看呐，我现在有了身孕，
孩子是陈大志的，我要是帮你把陈大志一家弄得鸡飞狗跳，你可愿？陈大志一家怎样都和我没关系，你肚子里的孩子刚才不还是那个老许的吗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陈大志认为这是他的孩子就行。所以呢，你来和我说这个做什么？是这样啊，苏洛，你看我拿捏陈大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我还可以帮你收拾罗梅，让他再也没时间蹦跶在你们面前，你看如何？所以你想让我给你一些银子，你收拾这罗梅？互惠互利嘛，我要的不多，你给一点点就行。我只能跟你说，我帮你保守住这个孩子的秘密，其他的事情免谈。有把柄在苏洛手里，孙小小无可奈何。回到家里还要2日过后瓷瓶才能烧制好。不过这2日苏洛的八卦倒是听了不少。陈大志真的把孙小小带回了家，也是整个长平村唯一一个有妾的男人。陈梦清受不了那个家，已经出去找事情做了。大志，这都中午了，还没有饭吃，我倒是不要紧，万一咱们儿子饿坏，可怎么好？你是死人吗？没看到小小跟孩子都饿了，还不滚去做饭？你娘的敢打我，我不弄死你和这个小贱人！自己吃饱，罗梅才不管这2人，这对狗男女还搞到家里来，他也不是吃素的，拿起矮凳就朝陈大志打去。超肥的体重为罗梅增加了战斗力，2人打得不分上下。疯婆子，还敢还手，信不信我休了你？你倒是休啊！你要是敢休了我，我就一把火把你和那个孙贱人烧死！你个疯婆子，看老子我不打死你！孙小小要的就是这种效果，最好陈大志把罗梅给休了。哎呀，大志，你们别打了，你都受伤了。罗氏，你住手，你不要打大志。娇滴滴的声音，陈大志最吃孙小小这一套，而罗梅真是听不得孙小小这样夹着声音说话，把矮凳扔向陈大志，拖着肥胖的身躯朝孙小小咬牙走去。你不要过来，大志，救我！陈大志飞奔跑过来，揪住罗梅的头发就往下扯。罗梅身体跟着往后倒，身体跟地面来了个亲密接触。你不许动小小，他肚子里怀着我们陈家的孩子，你要是敢动他，我跟你没完！陈大志，我先跟你没完！啊！打了好一会儿，直到2人打累了才停手。小小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是不是饿了？我去给你做吃的。嫁给陈大志这么多年了，为他生儿育女，他什么时候为自己做过一顿饭？现在为了这么一个寡妇洗手做羹汤。陈大志，那碎米也是我捣的，你不要碰我的碎米。这米还是我陈家的田里种出来的，没有我家的田，你连糠都没得吃，滚一边去！好你们个没良心的，我要去找孟青，我不活了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杜修远订的瓷瓶到了，2人熬了一早上的草药，把百草油装进瓷瓶封好。苏娘子，这次的百草油一共有600多瓶，600瓶也有10多两银子，你先把这些拿去建安堂试试水，要是好卖的话，我们就大量生产。好，我这就去。洛洛，到中午了，你还去哪儿啊？我去河边看看稻谷，应该是能收了。说完就出了大门。河边的3亩田被许洪阔派来的人用竹子做起了围栏，怕有人偷种子，他们日夜不停地守着。苏娘子，你终于来了，你再看看，这第2季稻能收了吗？2位小哥，你们辛苦了，这稻谷啊，我打算明天就收。哎，那可太好了，苏娘子，这么久了，我们都没有监守自盗，你
看明天能不能送我们哥俩一人1.2级稻啊？我们拿去做种子。可以啊，你们2个人一人割1株回去，这1株应该也有1斤，留作种子的话也是够的。谢谢苏娘子，谢谢苏娘子。第2日，苏洛打开院子的大门时，就被眼前的镇长给惊到。5辆马车整齐划一地排在他家门前。苏娘子，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。许大人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还不是你说今天要收稻谷了，所以我们就都来见证着历史的时刻。这时，一个中年男子突然上前，朝苏洛做了个揖。苏娘子，本官令开济，是本朝的大司农，早就久仰苏娘子你的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是我国之幸也。民女见过大司农。洛洛，箩筐我都拿好了，我们走。你们这是？赵氏，燕川娘能愿意换种子给我们，我们当然要过来帮你们一起把稻谷给收了。都是一个村子的，你们真是太客气了。还傻站着做什么？走了，稻床都已经被乡亲们帮你搬到田地里去了。我们走吧。这场稻谷收割在南宁国的历史上格外重要。苏洛手拿镰刀，亲手割下2株后，长平村和官府的衙役才开始收割。苏娘子，这稻穗比第1季的产量还要高，这都是你的功劳啊！等本官回京，就将此稻穗呈给陛下，将来史书定为苏娘子你既有浓厚的一笔。那民女在此谢过大司农。哈哈哈哈！苏娘子，应该是本官替百姓谢谢你呀。苏娘子，等第2季稻普及所有能种植的地方，如此利国利民的大功，不出2年，你将不只是长平村的苏娘子了。大人这是什么意思？哈哈哈哈！就是字面上的意思。苏洛，你别太在意大司农说的话，他就是太高兴了，控制不住乱说的。放心吧，不该是我肖想的东西，我不会去想的。苏洛的身上总有一股好闻的药香，南宫清也不知怎么了。有苏洛在的地方，他的眼睛总是不自觉地落在苏洛身上。或许他也知道自己有那么几个瞬间对苏洛产生了一些不该有的念头，他必须要控制自己。他和苏洛是2个世界的人，是永远不可能的存在。公子，你别发愣了，大司农叫你过去记产量呢。阿旭，本公子又不聋，说话不用那么大声。3环，公子，我算了一下，这3亩稻谷足足有3000多斤的样子，这产量惊人呐。所以让你从京城过来，一路的颠沛流离，见到这个稻谷也值了。是啊，太值了。这么多村民和衙役一起收割，1个时辰就收完，他们还帮苏洛挑回家去，人都用不完。诸位辛苦了，等一会儿我做了饭，大家一起到家里面去做。燕川娘，我们家里煮了饭的，一会儿去给你换种子，吃饭就不用了，人这么多你也煮不过来。那怎能行呢？大家过来帮忙这么累。苏洛，有大官在，村里人都放不开。燕川娘，还是下次吧。那真是辛苦你们了。回到家里，赵如云把留好的2间偏房打开，等村民来换种子的时候，再把晒过的稻谷放进去。南宫清，你帮我给村里人换稻谷，大家都累了，我去给你们做饭。洛洛，厨房你收拾一下，我去把他们换好的稻谷放好。叫他们放外面就行，放外面，先吃完饭再处理。苏洛交代着，菜也端到了前院大厅，2个火锅炉，大家也不用挤。诸位大人，先进来吃饭吧。苏洛，燕川和易欢呢？我帮你叫他们过来吃饭。苏洛抬头，他们在绣楼上和谢夫子学习呢，你先坐着，我一会儿去叫。加上点炭在火盆里，再看时，南宫清已经不见了。
绣楼外，燕川被南宫清叫了出来，让燕川去叫易欢和教他们的夫子出来吃饭。叔叔好。好，快去前院吃饭吧，你们娘和奶奶等着你们呢。还有一位夫子还没出来，南宫清就等在门口。原本以为是一个男夫子，没想到出来的是一位气质绝佳的小姐。你就是谢夫子吧？请前院用餐。是他？怎么会是他？整个京城为之倾倒的三皇子南宫清，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？谢婉婉不可置信地缓步走到南宫清面前，双手打开再合上，跟南宫清行了一个最高礼仪的礼。那句拜见三皇子还没说出口，苏洛的声音就先到了。你们快点，就等你们了。看着两人怪怪的，谢婉婉还给南宫清行礼。婉婉，这位是我朋友南宫清，不是什么大官之身，你以后见到他不必行礼。你要是不好意思叫他名字啊，那就叫他南宫公子，反正大家也都是这么叫的。称呼而已，怎么叫都行。好，苏娘子让我怎么叫，我就怎么叫。如果不是名门世家的大小姐，也不会这种宫中的礼仪。这个谢夫子到底是谁？谢夫子，请问你是哪里人？南宫清，这是我家易欢的教书夫子，你打听太多是不是不好啊？谢夫子，在下失礼了。公子无妨。前厅这么多人坐在一起，谢婉婉有些拘束，特别是看到令开济这个人曾经和自己父亲还是同朝好友，自己这辈子或许都没有机会再见到了，没曾想在这儿还能遇到他。只是自己这个样子，大司农也认不出了吧。几位大人，吃食简陋，只能够委屈几位了。几人坐下，但面前的餐桌放有好多没煮熟的菜，这要怎么吃啊？苏娘子，你这又是鼓捣什么新鲜的吃食啊？我在福马楼都没见过这些。这个是火锅，天冷了大家围在一起吃火锅，那是最快乐的事儿，自己想吃什么就动手涮。只要是吃过火锅的人啊，都会不自觉地爱上它。你们几位大人可以体验一下。苏娘子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都迫不及待地想试一试了，还请苏娘子示范。苏洛把一块青菜放进去涮一下，青菜变色再拿出来，蘸点蘸水就可以吃了。你们都试试。不错，这火锅果然如苏娘子所言啊。不知是大家一起干活太累了，还是因为火锅好吃，一桌子人吃的都是特别的香。令开济一直在想二季道的事情，好久才注意到梳着规格发髻的谢婉婉。这位姑娘用餐为何还要戴着面纱？本官见你还有些许眼熟，不知这位是？令司农，这位是我家小孩的教书夫子，因脸部受伤，故而是戴以面纱示人。原来如此。苏洛，长平村的村民一共换了170多斤的二季稻，我算了一下，你的粮仓还有3000斤左右。官府跟你换的话，你愿意换多少？你们想要跟我换多少？2500斤。南宫清，你有想过我的立场吗？大司农，像苏娘子种出二季稻这样的功绩来，最少能为她减几年的粮税。此乃不世之功，等第二季稻普遍南宁国能种植的地方，苏娘子一家可终身免税。本官回去便上报陛下，此乃大功。怎么样？这个答案你满意吗？苏洛点头，这才同意他们换这么多种子回去。等官府的人换好稻谷，村长和陈平安才来和苏洛换。他们今天忙了一天，最后才换到第二季稻。村长，小叔，我和你们商量个事儿，是关于我们村的。苏洛，有什么事儿非得要在厨房说？村长，小叔，今天吃的火锅蘸水如何？好吃吗？好吃。我做菜味道鲜美，这里是有一个秘诀的，就是这个。
苏洛，这是何物？这个是酱油，也是用大豆做的，做菜不但是好吃，还能给菜上色，味道也鲜美。我这次就想跟你们说，如果我们长平村能够一起生产酱油，做原产地，你们觉得如何？全村来做？苏洛，你这个提议好是好，我老李头也是相信你的。不过想一下把全村人说服且同意的话，这不是一件易事。我今天先和你们打一声招呼，要是村里人同意，这也不是一件马到成功的事情，还得需要策划以及前期的安排分配人力物力，再加上天气的原因，就只能等到来年开春才能做。所以在这1个多月的时间里，尽量要把前期的工作做好，成功的话我们过完年就开始做酱油，我来提供技术。苏洛，你说的这个酱油到底应该怎么做？需要多少大豆？做成的酱油多不多？这个话题说不好，小叔，做什么事情都是有一定的风险的，酱油也是啊，出油量的多或少也要根据情况来看，也有可能是做失败的时候，但敢于尝试，那才能够有成功的那一刻。苏洛，这个酱油你有多少把握做成功？70%。苏洛，这个酱油我很看好。这样，水晶庄的房子陈平安你去监工，我老头子从今天起就开始给村里人放出风声，到时候全村再开起会议，让大家来投票决定做这个酱油。不过2日时间，村里的八卦之气熊熊燃起，传的最多的就是听说苏洛要带村里的人发大财。这消息不但在村子里面传，还有人专门跑到水庆庄那边去找刘芳芳他们打听，看是不是真的。刘氏、张氏，听村里人说，苏洛是不是真的要带大家发财呀？听说是做什么酱油，哎，那是个什么东西呀？既然是听说，那你们听听就算了，具体是不是真的，过些时候不就知道了。陈氏，村里的传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都传了几天了？哎呀，陈氏，你就告诉我们吧。这事儿啊，我也听我们家老李说过一嘴，好像是有那么一回事吧。不过村里的人不敢和苏洛一起赌的话，那可能就没什么事了。陈氏，要是真有这种好事，不管是什么，我们都愿意支持的。到时候别忘了帮我们一起发财啊！陈燕笑着点头。等村里人有足够的心理准备，他家老李头才能更好地带动大家。苏洛虽然住在村头，但村里发生着什么，他一清二楚。季安堂的百草油卖得不错，他和杜修远又做了几百瓶，准备再拿去季安堂售卖。满心欢喜来到季安堂，眼底的喜色在看到面前的这一幕时，顿时化为乌有。大家快看呐，这季安堂就是个庸医，他们谋财害命，视生命为儿戏的烂地方，他们弄瞎了我相公的眼睛，大家快来看呐，快来给我们评评理，我们不过是用了他们家的百草油，眼睛就瞎了，季安堂要么赔我相公眼睛，要么就赔命，不然我们夫妻今日就死在这门口。杜大夫，这百草油真的会导致失明吗？我昨日还给我父亲买了一瓶呢。你们今天就出了这样的事，我是真心相信季安堂，可你们不能害我呀。你先别急，百草油我用了好多天也没事儿，用了它头也不痛不晕了，它是好药。反正我喜欢这种不用吃进去的药，你们别给我闹停产了。那种特苦的汤药我再也不想吃了。二位是哪里人？不管是不是用了我们季安堂的百草油，眼睛伤了就要医治，至于别的，等你们好了再说也不迟。杜修远走到那对夫妻身边，想靠近些看看男人的眼睛到底是个什么情况。你走开，别靠近我相公，他被你们害成这样还不够吗？你走这么近做什么？大庭广众之下，你们还想杀人灭口不成啊？娘子推举作甚？
老夫是大夫，是想为你的相公医治啊，你为何不让？谁知你安的是什么心？济安堂的人都是黑心大夫，卖的百草油也是害人的。大家都看到了吧？我手中的这瓶百草油就是从济安堂买的，我相公用了之后就变成了这个样子，什么缓解头痛，我看就是他们在敛大家的财，是害人的。大家可千万不要再去买去用了，回去相互和亲朋好友说，弄不好家里人命都没了。住口！休要在这儿胡编乱造。我们济安堂的百草油都是严苛制作，是一剂良药，根本不是你说的这样。呸！什么不是？就是！我相公的眼睛就是证据，眼见为实，你们现在都看到了。你们不可理喻！苏洛在人群里把事情看了个大概，这两人的意图明显，就是想毁了济安堂的百草油，给百姓制造恐惧。混在人群里，苏洛移动到睁不开眼的男人身侧，观察他的眼睛。看了一会儿，苏洛突然忍不住笑了起来。你是谁？为什么发笑？这女子不会是发现什么了吧？苏娘子，这两人是来闹事的。我知道，这件事情我来处理。好。杜大夫，我用过你家百草油，觉得挺好用的呀。可你倒是告诉我们，这百草油是不是真的有害？你这样不解释，那我们也不敢用了呀。杜大夫，你说话呀！杜大夫，你告诉我们个准话吧，我们不相信你是个庸医。杜大夫，我母亲用百草油好几天了，要是也变瞎子，我一定拆了你们济安堂。诸位安静，我来给大家解释。济安堂的百草油大家可以放心的用，要是别的地方买的，那我不敢保证。至于大家心里的疑虑和恐惧，我都会替你们找到答案。苏洛讥讽地站在这对夫妻面前，冷笑地朝那男人道：很痛吧？又辣又痛，对自己下如此狠手，拖延不去治疗，你离瞎子就不远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相公变成这样，就是被你们济安堂的百草油给害的。我相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就去官府告你们。百草油这个害人的东西，你们都别想再卖了。报官？报官好啊，只要你们敢去报官，我们和整个济安堂奉陪到底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葫芦里卖着什么药，今日我就让大家看看你的真面目。放你狗屁！我手中的百草油就是证据，我相公的眼睛就是事实。别以为济安堂大，我就会怕你们。苏娘子，你是看出什么端倪了吗？杜大夫，你去把我们的百草油拿一瓶出来给我。好。诸位看好了，我手中这瓶百草油是刚从济安堂拿来的，而他手里的百草油绝非是出自济安堂。你们看他手中的瓶子，瓶口发黄，百草油是不会把白色的瓷瓶染黄的，除非他那个是假的。诸位请看看我手中这瓶，瓶口依旧是纯白色，不管放多久都不会变色，而且瓶子底部还刻有济安堂3个字。瓶子换和字别人都可以模仿，但是这里面的药是我们独家秘方，别人想仿也仿不来。正品百草油我们只在济安堂卖，大家请认准济安堂。儒家家里的百草油瓶口发黄，那一定是假的，大家可以回去看看家里的百草油，如果瓷瓶不变色，就可以继续使用。你们济安堂放屁！我的百草油明明是跟你们买的，用过了之后自然会变黄。你那瓶是还没有用过的，瓷瓶当然是白色的。这位娘子，谁错了呀？苏娘子手里的百草油是我用过的，我不但用过，家里人也一起用了，效果不用说，用过的人都知道。我家6口人一起用，瓶口也不会变色呀。你们是一伙的，当然会帮着自己人说话。反正我就是从你们济安堂买的百草油，
我相公变成这样，也是因为用了你们的百草油。今天你们济安堂必须给我们个说法。苏娘子，这事儿……杜修远在寻求苏洛的意见，看到苏洛冷厉的眼神后，杜修远手指举至耳边一挥，2个搬运工瞬间穿过人群，把那睁不开眼的男人钳制住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还没找你们，你们都是先发制人，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相公！济安堂杀人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忽而看到于飞鹏带着衙役在街上巡逻，朝着于飞鹏跑去。大人救命啊！济安堂杀人了！他们要杀了我相公，你快去救人，快去把济安堂的人给抓起来！来，这位娘子，你先起来，我跟你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好，你们先去救我相公，他被济安堂的人给抓住了。于飞鹏穿过人群，果然看到苏洛的面前钳制着一个双眼通红的男子。苏娘子，怎么回事啊？杜修远见到来的人是于飞鹏，向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给说了一遍。于捕头，我并非想要对此人动刑，我只是让大家看清楚真相，他们不配合才处死下策。哦，苏娘子，有我在这儿，谁敢不配合？先问问我的刀同不同意。妇人还想撒泼，明明是他叫人过来帮他的，怎么到现在好像反过来了？苏娘子，你把你知道的真相告诉大家，是非对错我秉公处理，我们吃着公家的饭也不是白吃的。诸位，此人眼睛为何变得如此红肿，并不是我们济安堂的百草油造成的，而是被马蜂蛰了，或者说是故意用马蜂蛰的。众人心中疑虑，大冬天的怎么可能有马蜂呢？马蜂是不可能活过冬天的。我知道我这么说大家可能不信，不过大家可以靠近来看他的眼皮，被蛰的角度都刚刚好，眼皮还有被熬针蛰过的伤口。或许你们都知道马蜂活不过冬天，但一窝马蜂里都会有一只蜂王，他们会想方设法的活下来，并且能找到过冬的地方，等来年继续繁衍。真的是被马蜂蛰的，这眼睛上面还有熬针残留。徐捕头，快把这2人给抓了！不要抓我，这主意都是我那婆娘出的，不关我的事儿，要抓就抓她。狗蛋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是你媳妇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你别忘了我们的那个。你们的哪个呀？还有，你们为何要来影响济安堂做生意啊？想毁了别人的良药？快说，你们快说！被众人催促着，可那2人就是闭口不提。你们不敢说，那我就来替你们说。你们2人的身上有着很浓重的紫草气味，而紫草大部分长在偏北方的地方，一年只在春秋2季采收。能让你们粘上如此浓厚的气味，必定是囤有大量紫草。紫草又是治疗头疼解毒必不可少的草药。因为百草油的出现，你们大量的紫草卖不出吧，或者说被药铺压的价格很低，所以你们才出此下策，以为只要别人不买百草油，你们就能够高价把囤的紫草清理掉。你们说一说，我描述的可对？你胡说，我们没有。有没有一查就知道，难道官府还会逼你们不成？人群中刚过来的几人听说后，立马认出狗蛋儿夫妇2人。我认得他们，前些天还去给民生堂推荐紫草，后来卖不出，2人就不见了。事情已经明了，于飞鹏叫几个衙役把2人钳制住。来，当街闹事者带走。事情这么一闹，百草油就不好卖了。苏娘子，你的事情解决好了吗？老夫在此等候多时，就是想等你们的百草油呢。樊老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你要是需要百草油，叫人说一声，我给您送到苍溪书院去，您老不必跑这么一趟。那倒不必，
老夫上次来济安堂买的百草油药效很好，一下子就被我们院的夫子们给抢去用了。老夫闲着也是闲着，多走动走动。今日过来，刚好又准备带几瓶回去，给我们苍溪书院的夫子们每人一瓶。樊老，你客气了，夫子们都是为了教育。今日您所需要的百草油，我们济安堂免费送您。好，那老夫替苍溪书院的夫子们谢过苏娘子。樊老，我们也谢谢你。三人心里都明了了，樊洪振在这个时候出言，就是在帮他们。他们不相信济安堂，难道还不信读书人吗？樊老，今日真的是太感谢了。你以后需要百草油，直接到济安堂拿，我们不收您银子。好，好，好，杜大夫客气了。苏娘子，冬季是大家缺衣少粮之际，每一年的这个时候，民乱匪绝，像今日之事还算是好的。要是在路上遇到些不测，也是常有的事儿。苏娘子，你一个女子，出门办事要小心些才好。我会小心的，多谢樊老提醒。准备回长平村时，济安堂门前站着3个大男人。阿旭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公子让我来这儿等苏娘子。哦，南宫卿是有什么事吗？公子很好啊，公子怕你被恶人盯着，所以给你派来2个暗卫，他们不会打扰你的生活，只管保护你的安全。那你替我谢谢南宫卿。以苏洛的身手，他自己自保是没问题，只是很难顾到赵如云和2个孩子。2个暗卫藏于暗处，等到长平村已是下午。苏洛，今日我通知了村里人，下午咱们村开大会，一起讨论做酱油的事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吃完午饭，长平村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来了，除了在水庆庄干活的人。各位父老乡亲，想必大家都听说我们村这次来开这个大会的目的。没错，就是大家听到的那样。我作为一村之长，已经和族中的长辈商量过了，叔伯们也都同意。陈家2房的苏洛愿意给我们村提供技术，让我们村一起做酱油。不是，村长，酱油是何物啊？这长什么样子，用什么做的呀？又该怎么做呢？是啊，村长，你先告诉我们是用什么做的，我们还有个心理准备啊。各位不要着急，等我慢慢说。这个做酱油的原材料是大家家里都有的，是用大豆制作的，细节咱们一会儿再说。但做酱油一事对我们村绝对是有利益和好处的，不说别的，我们村的生活水平就能大大提高。苏洛这半年来帮助过大家多次，茄子种子送给我们全村的人，还有第2季稻谷。明年还未到，但我们却已知明年一定是好日子。如果我们村一起做这个酱油，家家提前致富，村里的小孩人人读得起书，老人抓药看病不再是负担，家家余粮满仓，吃饱穿暖，岂不快哉？村长，真的会有那么好吗？村长，我们相信你和苏洛，你们能叫上大家来这儿做这个酱油，一定是为了村子里面好。是啊，村长，这酱油到底长什么样啊？我们能见见吗？苏洛把从自家厨房带出来的酱油倒一点到陈平安手中的碗，陈平安小心翼翼地捧着小碗下去，走在上百个村民面前，让所有人都知道酱油长什么样子，让他们心里有个底。苏洛，你再给大家讲解酱油的功效和好处。如你们所见，我小叔手中拿着的就是酱油，它是一味调味品，用它烧的菜味道会更加鲜美。它是用大豆制成的，对我们人体有一定的好处，它还可以防止很多疾病发生的概率。燕川娘，我们要是全村都做酱油了，那卖给谁啊？别人不知道酱油的好处，谁又会买呢？这个大家放心，我跟大家保证，只要我们长平村的酱油做成功了，我和2个福满楼将会成为我们长平村的第1个顾客。福满楼是永乐县最好的酒楼，
菜品也是永乐县最好的，有酱油的加持，菜品只会更加鲜美。连福满楼都在用的酱油，其他的饭馆茶楼会不用吗？谁不想在家里备有酱油，在家就能做出和大酒楼一样的菜品味道来？以后福满楼不只是只开在永乐县，明年可能在安长州开一家，以后还会在京城乃至整个南宁国。我给大家承诺，以后福满楼开到哪儿，我们的长平村酱油就跟到哪儿，所以大家完全不用顾虑卖不出去的问题。燕川娘说的对啊，我们家想做。谁不想做？我们也想做呀，可是光用嘴说也做不成，肯定还需要别的。我也感觉村长他们还没说完。燕川娘、村长，你们说的很心动，但是全村一起来做的话，要怎么做啊？自己在自己家里做，还是集起来做？还需要什么东西？又如何分配呀？想要做大做强，当然要统一管理才行，配料统一，批量统一，还要建个晒场，这样才能做到味道统一。你们能想到这些问题，说明我们村的人都很聪明。不过确实是要好好计划的，这也是我们村今日开会的主题之一。我手中呢，是我大致的计划，但最终怎么决定，还是要大家一起表决。村长，快说说你的计划。在我说这个计划之前，先来和大家说说酱油的大概制作。首先是我们要准备酱缸，酱缸要比水缸还要大些，酱油必须要晾晒，所以这个晒场也需要我们自己弄。村长一边回答村里人的问题，一边不停地讲解。2炷香后，村里人才明白过来。村长，你的意思就是我们全村合起来做这个酱油，家家户户都有份儿。至于利润的分配呢，就按照我们投进去的银子的份额来分。比如长平村有100多户一起做酱油，我出钱多，回报就高；他出钱少，回报就少。村长，我这样理解对吗？没错，铁柱爹，你说的很对。村长，你刚才只说了让大家投银子进去，到底要多少银子才能够啊？晒场我们村的人可以自己做，位置就用陈大之家右侧的那片荒地。晒场的围墙我们就用土坯围起来，土坯我们也能自己做。节省这些之外，最大的开销就是买酱缸，酱油每天都要搅拌，人就要踩到缸沿上去，质量一定要好，全村做至少也要有100个大缸。按最低来，1个缸1两银子，加上缸帽，100多两是要的。然后是大豆，1个缸能装80斤大豆，100个缸就是8000斤，1斤10文钱就需要80两。大量的食盐就更贵了，所以我与苏洛预计需要300两。村长，要那么多银子，可是我们没有银子呀。是啊，我们全村加起来也没有300两啊。村长，你们先别急，你们忘了我也是长平村的一份子，酱油是我提出来的，我当然也要和你们一起做。这个银子大家先集起来，不管后面还差多少我都补了。当然丑话我今天说在最前头，我要是出的银子最多，那到时候分的银子时我也是最多的。所以今日我们这个会议就是这些，要是愿意和我们一起做酱油的，就把银子准备好，我们没有界限，10文也可以。等我们把酱油做起来，想要加入我们，那就要上百户的意见了，那就不是这么容易了。大家要想好，机会只有一次。按照我的意思，最好呢能尽你们最大的努力，能多占一份额是一点。大家家里还有大豆的话，也可以用大豆来换份额，反正我们也需要用很多的大豆。好了，有苏洛的话在这儿，你们可以放心了，多出银子多回报，大家回去和家里人好好商量。要是有结果了，可以把银子交给我。作为村长，大家还是信得过我的。我们村无论如何一定要团结，只有心团结在一起了，我们才能有更好的日子。现在是12月份了，3日的时间内，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。等我把酱缸定了，场地弄好，我们就可以过个好年。未来有更好的日子等着我们。今日就到这儿，大家都散了吧。
众人纷纷离场，摩肩接踵，讨论不停。不过说的最多的还是苏洛的加入。在这3日里，长平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大家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。这一次，全村的力量都被凝结起来，每家每户主动到村长家去交银子。苏洛，村里的资金集结完了，拿过来给你看看。算了一下，这里也有差不多200两了。出银子最多的居然是李牛。李大叔这么有魄力，李婶有孕，他不留点银子给李婶生孩子用吗？这个李牛我也是没想到的，我问过他了，他说李氏还有4个月才生，这4个月他卖豆腐就又能把银子赚回来。他还说他们家能有今天就是听了你的话，现在你又说带大家做酱油，他倒是义无反顾的出银子支持。村长，那现在就差我那个100两了吧？村长喝茶掩饰，还是笑着点了点头。婆婆，你去打开我床头那盒子，打出100两银票给村长。好，你们聊着，我这就去。村长，线下的酱油晒场由你来主导，不过等真正做起来的时候，还需要找几个专门管理的人员来。你可有想过要选谁？这个管理人员我拟定了几个人，不过大家最希望的还是你来管理我们的酱油厂。第一批酱油我会好好跟紧看着，但这个时候要村里挑几个人来跟我学，以后我专门出去为我们村打开销路，我就不能一直在晒场。我会安排的，这个你放心。这个是全村一起做的酱油，要让村里人都有发言权。选人的时候，你让大家投票来选，能服众的人才能担任这个管理人员。好。赵如云从2楼拿了100两的银票，缓步而来。洛洛，给你。婆婆，你今天还要去水清庄看姨母吗？不了，你现在忙着，我在家给燕川和易欢他们做饭，今天就不去了。我每天忙着外面的事情，现在几乎都是婆婆在给我们做饭，看来我要找个厨娘回家才行了。也好，等过年时你去问问姨母他们，叫他们来我们家过年。算了吧，洛洛，过年他们还要回去祭祖，怕是也不会过来了。哦，那洛洛，你和村长聊着，我回后院去了。苏洛把那张100两的银票交给村长，收了银票，村长把苏洛的名字写进他手中的账本。回去了之后，村长又叫全村开了一次会议，把大家的金额都确认了一遍，也让大家知道谁是谁出了多少的银子，以后分银子才不会有猜忌。时间在这些忙碌中悄悄流逝，还有2天就过年了，酱油厂的高墙也垒了起来。苏娘子，今日不教书的话不好吧？教书任重而道远，我们不急于这一时，后天就要过年了。我们今天全家去县里买年货。哇，太好了娘！过年我们是不是又可以买新衣服，还有好多好吃的？当然，不但要买好吃的，还要买好玩的。苏娘子，要不你们去吧，我就不去了。还是一起去吧。婉婉，你现在每天教易欢和燕川辛苦了，出去走走啊！永乐县现在可热闹了。我别我啊你啊的，过年大家要的就是开心。是啊，谢夫子，你不要这么拘谨。我娘和奶奶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，我们早就把你当成一家人了。好，那就一起去吧。马车比牛车快很多，到了县里，直接把马车放进福满楼的后门，全家出去买东西。苏洛买了一个背篓的橘子，满满的，够他们家炫很久的了。娘，我们去买窗花吧。欢欢以前看到别人家里有，可漂亮了呢。窗花买现成的，还是要买纸回去我们自己剪？还是买纸吧，洛洛，自己剪的才更有趣味。婆婆你会剪，婉婉呢？你会吗？只是剪的不是很好。会就行，到时候你们教我们娘仨。
说完就去另外一条街上买剪纸，还有爆竹。婆婆，你再检查一下，还有没有漏掉什么？差不多了，再买点香火纸钱回去祭拜，就不差什么了。好，那就先把这些东西放到马车里，菜品和糕点的话，我们下午再去买。今天给每人都买一件喜庆的衣服，还有发饰，一个上午就这样过去了。中午，几人在福满楼用餐，南宫清和阿旭也在这儿。苏洛索性让小二上去叫他们下来一同用餐。3楼里，南宫清手上拿着一封刚刚送来的信，这封信是从军营里发出来的。公子，苏娘子叫人来催了。我知道了。公子，我知道你不想让苏娘子和她家人难过，但以苏娘子的性子，知道你早就得到了回信，然后又不告诉她，她也是会生气的。要不公子你先看看里面内容，如果是好消息的话，那我们下去就给他们；如果是坏消息，那就等年后再给他们，这不也挺好吗？放肆！本公子乃一介君子，怎能偷看别人的信？公子你是君子，我不是，你不看我看行了吧？过半刻后，阿旭把信递到南宫清面前，道：公子，要不你还是看一下吧。南宫清挣扎了下，还是把信接过来。5年前，北凉大军压境，炮火炸了瞭望台，死伤无数。军中混乱，经再次调查，陈怀旭牺牲于那次战役，壮士之举尸骨无存。公子，你在笑什么？没什么，我们下去吧，不然苏洛他们一会儿又该叫人来催了。是。既然是噩耗，那就等过完年再给他们，先让他们过个好年吧。进到2楼的包间，菜全部上好了。南宫清和阿旭未到，所以他们都还没动过。来了，菜都凉了，赶紧过来吃吧。抱歉。吃饭途中，南宫清嘴角时不时的上扬。苏洛忍不住问道：南宫清，福满楼最近有什么喜事吗？让你这么开心啊？这不是要过年了吗？本公子当然高兴。南宫清、阿旭，你们在永乐县没有亲人的话，那就去长平村过年吧，我们人多也热闹一些。好，过年你们是不是还要给家里布置布置？我跟阿旭这2日都有空，明天就过去帮你们。可以。下午，苏洛他们又去买了菜，把年夜饭需要的材料都备齐，顺便把杜修远也邀请了才回去。苏洛，你出来一下，我有话对你说。怎么了？我……说吧，你有什么事情？苏洛，这是我查到燕川他父亲的消息，希望你不要太难过。他还活着吗？这个消息关于他未来的走向，不管陈怀旭是死是活，这对于他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。见到内容的那一刻，苏洛一颗心才彻底放下，甚至还有点开心。苏洛，你不要难过，喜爱。我不难过，不过还是要谢谢你，没有先让我婆婆知道，要是今天她也知道这个消息的话，怕是这个年就不好过了。这封信我收走了，过2天再告诉我婆婆，她总归是要知道的。苏洛，你对燕川他们的父亲是怎样的情感？我和他没有什么情感，我以前的事情你不是都查过吗？就是你知道的那样，也不怕你笑话。我和陈怀旭之间只有2个孩子，他长什么样我都没见过，更别提知道他是个什么性情。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？会再找一个知冷暖的人吗？我话太多了，你不想说就算了。怎么，你要娶我？不是，我你慌什么？就算是你想娶，我还不想嫁呢。南宫清脸色用72变来说都不为过，从开始的慌乱到后面的皱眉又转为气愤，苏洛都看不懂他是怎么想的。
我跟你开玩笑的，就你刚才问我的那个问题，我也不知道。陈怀旭死了，我也不一定非要找个男人过一辈子，没有男人我也一样过得很好。但要是有一天我遇到那个灵魂契合的人，也有可能的，只是现在一切都是未知。回去吧，婉婉他们一会儿该来叫我去剪窗花了。灵魂契合，要怎样才能算是灵魂契合呢？大厅里，大家都围在火堆旁，上面放了2张桌子，给他们放剪纸用。谢姑娘，你那个年年有余剪得太好了，就像活过来一样，能教教我吗？很简单的，首先把纸按照比例折起来，然后再这样。娘，你看这是我剪的小花，好不好看？好看，一欢剪的最好看。苏洛拿了一张纸和一把剪刀，也坐下来。对于剪纸，不知道从何下手。我教你。只见他动作熟练，不一会儿就剪出了一个圆形的镂空花形，里面还有一只兔子，活灵活现的。南宫青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手，真厉害。等会儿我就把这只小兔子贴到我房间的窗口，这个太好看了。南宫叔叔，一欢也想要。好，叔叔再给一欢剪一张。南宫青，你是不是认识很多人啊？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管家？别人我都信不过。要能干和忠心的，最好是一家人。我还想要找个厨娘回来。这个没问题，我知道有一个人很有实力，想让他心甘情愿来这儿，还需你做一件事情才可以。什么事？石管家一直有一个心愿，就是希望他的孙子能识文断字。如果你能让他的孙子给燕川当伴读，我想他二话不说，一定会从京城来这里的。这个没问题，不过替我办事，卖身契要在我手里。这个我会想办法的。有时末，南宫青他们不好在苏洛家过年，和阿旭2人驾着马车回到永乐县。在这大过年里，一家欢喜一家愁。罗梅只穿了一件单薄的衣裳，被陈大志五花大绑丢在了猪圈内。房间里，孙小小把碗往地上一扔，委屈巴巴地抹眼泪。大志，今天过年，这吃的是什么呀？菜都臭发霉了。陈大志，我跟了你以后，每日被罗梅欺负就算了，你一天好日子也没有让我过上。你以前可不是这么对我说的。我现在有了身孕，罗梅没把我杀死，可是你都快把我给饿死了。我死了也无所谓，我本就是个不祥之人，可肚子里的孩子是无辜的，你不能害了你自己亲儿子啊！小小，是我不好，都怪罗氏一家，把咱们吃的东西都抢没了，让你受苦。大志，你把罗梅关在猪圈里，又不让他穿衣服，他不会死吧？哼，放心，他肉那么厚，死不了。也是，他要是好好听话，去罗家把咱们的东西拿回来，也不至于受这个苦。小小，幸好我还有你。我陈大志被罗梅压了半辈子，只有遇到了你，我才做了一回真正的男人呢。他以前抢老二家的时候，那是用劲十足啊，现在只是让他拿回我们家自己的东西，他还不愿，一点用处都没有，肥得跟猪一样，就应该睡在猪圈里。大志，只要你对我好，我不求别的。明天你还是去县里找找你大儿子，从他那儿拿点银子回来，不然我们真的要饿死了。好好好，我明天就去找那个不孝子。罗梅在猪圈里把2人的话听得一清二楚，他们还要去找他的儿子。喜鹊，你要是还在该多好，娘好想你。你在那边过得好吗？娘想来找你了。陈大志、孙小小，我不好过，你们也别想好过，更别去害我的梦清。
夜还未深，罗梅用身体穿到猪圈的草垛内去，她要保存体力。一直到深夜，孙小小都睡不着，肚子里的孩子好像一直动来动去，感觉心里好难受。这种感觉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她也说不上来。哎呀，小小，你别动了，睡觉吧啊。大志，我这心里闷闷的，总觉得要发生什么大事一样。有身孕的人都这样。可能吧。下半夜，罗梅从外边把门锁上，手里拿着从酱油厂偷来的油漆，把油漆从门缝里倒进去，再去厨房里找火折子。厨房还有一点菜油，干脆也倒了，一起烧了吧。厨房点了火，罗梅疯笑着从火里出来。在陈大志的门外，火折子丢在油漆上，火顺着油漆就着。房间里头顿时大亮，火光冲天。门外是罗梅疯魔般的笑声。陈大志，我要你死！死吧！你们这对狗男女，到阎王爷那里去做鸳鸯吧！哎呦，干嘛呀？还能不能让人睡觉了？大志啊，走水了！陈大志睁眼，猛然惊坐起。那还坐着干嘛呀？快跑啊！两人被烟呛了起来，跑到门口，怎么打都打不开门。就刚才两人躺的那张床也被烧起来了。大志，怎么办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呀？你们别想出来了，都给我死，烧死你们！罗梅，救我！快把门打开！救你？救你出来杀我吗？死吧！你们都给我死！越想大声呼救，烟雾就越钻进口鼻里，他快呼吸不过来了。再看身边的孙小小，倒在火里，已经不省人事。他娘的！边骂边踹，门一下子就被火烧掉了下来，原本是被他踹倒到外面去的。刚呼得上一口新鲜空气，门板都还没倒下，就又冲他这边压了过来。罗梅怎么可能让陈大志逃出去？门板还没倒下，就又被他反顶了回去。陈大志动作迟缓，整个人被压到门板下面。罗梅200多斤在上面压着，陈大志根本就推不动门板，最后都不知是被火烧死的还是被压死的。火海一下子就把整个小院吞没。不好，走水了！大家快出来救火呀！走水了！走水了！走水了！快，大家家里有水的，把家里的水提过来。婆婆，是谁家走水了？看那个方向，好像是陈大志家。一听是陈大志家那边，苏洛心里咯噔一下，冲着跑出去。不好，婆婆你留在这儿，要是燕川和一环醒了，你别让他们出去，我去看看酱油厂。洛洛，你慢点儿，别靠近火。我知道了，婆婆。燕川娘，你别来这里，这里危险。村长，我在这儿看着，没有水的话，你就叫人去我家院子的鱼池去提。好，有什么事儿等火灭了再说。过年大家都在家，全村一起来救火。直到天亮，陈大志家的房子都烧没了，火才熄灭。陈老三，你尽力了，等火灭了，我们一起陪你去翻翻，或许能找到陈大志的尸体。村长安慰着陈平安。不过大家讨论的最多的还是这火是怎么起的。苏洛到酱油厂查看，发现那桶还没用完的油漆不见了。难道是被偷了？和陈大志一家的火灾有没有关系？等到陈时末确定没有火了，大家才去废墟中翻找。1个时辰过去，才找到3个人的遗体。刘芳芳半夜就把孩子放到赵如云那里，她提着一盏灯笼就跑到县里去找陈梦清。2人回到长平村时，就看到了这样的一幕。爹娘，你们怎么就走了？你们走了，我怎么办？梦清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要节哀。
你的人生还有大把的时光，好好把你爹娘还有你姨娘给安葬了吧。孟青，小叔和你一样难过。小叔，村长，我父母我会好好安葬，但这个来路不明的女人我是不会管的。不说她和我没有关系，就凭她胎死腹中，我一个未娶妻的人也不会去碰。不是，孟青啊，这个孙寡妇是你爹的小妾，是我们都知道的。怎么说，她也是你的姨娘，她腹中的孩子是你的弟弟或者妹妹，你们是有血缘关系的，不能说你们没有关系。她的后事你必须要管，你要是不管，谁来给她收尸啊？你知道什么？她是肚子大了才来我家的，你怎么就知道她肚子里是我们陈家的孩子？你看见了还是听见了？没有证据就不能证明。我是不可能管一个来我家蹭吃蹭喝的人，他烧死或是被太阳暴晒，这和我陈梦清无关。你们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，反正我不管。没办法，村里不可能放任一具尸体在这儿不管，只能把孙小小运到乱葬岗，让他自生自灭。陈梦清把家里的田地卖掉，买了2口棺材，把陈大志和罗梅给安葬了。跪在2座坟前，陈梦清眼里全是茫然。梦清，你把田和地都卖了，你以后怎么办？不知道，我想出去闯闯。小叔，要是我来不及回来，每年清明你帮我给我爹娘上一炷香。我会的。苏洛一直不忍把陈怀旭死的消息告诉赵如云和2个孩子，不知道他们知道后会怎么样。婆婆、燕川、易欢，我有件事情不想再瞒着你们，你们要全知道真相。你们的爹爹有消息了。哥哥，是爹爹的消息。我听到了。洛洛，是南宫公子查到的消息吗？婆婆，这是原信件，我已经看过了，我还是把原话读给你听吧，你要有个心理准备。信的开头是对陈怀旭英雄精神的赞美，过后便是安慰的悼词，直到苏洛读起最后的那2句话，壮士之举，尸骨无存。真正听到这个消息，赵如云天都塌了。奶奶，奶奶，怀旭真的不在了吗？婆婆，你还有我，还有燕川和易欢，我们会一直陪着你的。怀旭，我的怀旭啊！婆婆，你要注意身体，我们家本就没有多少人，你不能把身体给哭垮了。奶奶，你别哭，我会替爹爹好好照顾你的。川川，欢欢，你们的爹真的走了，我的儿子走了。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家里的红灯笼全部换下来，和赵如云一起请了几人给陈怀旭建了一座衣冠冢。苏洛再去县里给他做了一个威风凛凛的牌位。15上元节这天，苏洛收到了南宫清的邀请，说永乐县今晚有灯会，邀请他和孩子一起去逛灯会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救救我，救救我！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方柳，谁给你的胆子，居然敢跑出来？快跟娘回去！柳儿，爹娘都是为了你好，你怎么这么不听话，还认不认爹娘了？这位娘子，我们要带我们女儿回家，请你让一让。别人的家务事儿，苏洛本就不想管，刚想移步到一边去，这个叫方柳的女孩又跟了过来。不要走，救救我！不好意思啊，你们真的是这个女孩子的父母吗？我们当然是柳儿的父母了，不信你们可以问问她。南宫清和苏洛都转头看向女孩，只见女孩轻轻地点了点头。姑娘，既然是你的父母，那你就跟他们回去吧，跑出来是很危险的。不要，爹娘，你们放过我吧，我都已经出家了，你们就不要再管我了。方柳，
你脑子进水了是吧？你知不知道你这一跑，我们家会遇到什么？我们家的名誉还要不要了啊？你只有一个弟弟，你想害死他不成啊？我养育你这么多年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吗？爹，我不想的，可我也不想嫁给阿虎，他就是个混子。我还看到了他当街调戏良家妇女，人家不配合，他就把人家给打成重伤。爹，我不要嫁给他，他不是什么好人，我嫁给他也会被他打死的。爹，我求你了，别抓我回去，你们就当做我这个女儿死了，让我在山上青灯长伴，了却一生吧。柳儿，哪个男人年轻时不是冲动火气大的？等你嫁过去了，有了家，阿虎的心就会收回来的。你只要好好照顾他，就不怕他浪子不回头。不要，我不要嫁给他，嫁给他我会死的。你们让我出家吧。方柳，你和阿虎是指腹为婚，是你还没出生，我跟阿虎的父亲就定好了。阿虎的父母虽然都不在了，但我们也不能悔婚，你必须嫁给阿虎。我们的好名誉不能毁在你的手里，更不能让人在背后戳我脊梁骨。你要是不嫁，我们就没了信誉，以后谁家姑娘敢和你弟弟成亲啊？这是要绝我们方家的后啊！哎，柳儿，为父知道你和那齐书生两情相悦，你想出家2年，等齐书生考上秀才，你就还俗跟他走。可他呢？阿虎告诉他你有婚约了，他就跑了。所以你不要为了这种人而难过，跟爹娘回去，回到家里只要你乖乖的，爹娘保证不把你关起来。突然苏洛觉得身后这个女孩好可怜呐。都说没有哪一个父母是不疼爱自己的孩子的，可有些父母根本就不配成为父母，简直侮辱这2个神圣的词。爹，你告诉我，齐哥哥怎么样了？他是不是被阿虎给打了？他伤得严不严重？你告诉我呀！那齐书生还活着，但是他真的走了。阿虎说，只要你和他成了亲，他就不再去找齐书生的麻烦。走了，齐哥哥走了，怎么办？那我怎么办？方柳喃喃，整张小脸上全是泪水，右手停留在小腹上。苏洛看他的面相干燥泛黄，一双眼睛都是疲惫的状态，加上他这个动作可以确定是有了身孕。方柳跌跌撞撞地从苏洛身后出来，一言不发，眼神如死水一般。柳儿，跟娘回去吧，咱们回家不闹了啊。等你和阿虎成亲，我就去帮你好好跟阿虎说说，让他不要无所事事。他爹娘不在了，我就要替他爹好好管管他。柳儿，你就放心嫁给他吧。苏洛只能摇头，今天真的是给他上了一课，不要把自己的后半生寄托在别人身上，特别是男人，不靠谱。做什么？用光跟你洗洗眼睛。不是所有男人都像那个齐书生一样的，你不要把男人想的都一样，其实好男人有很多。我觉得你说错了，应该是让光给我擦亮眼睛，不要被这些坏男人给迷惑。不会的，有我在，我会帮你擦亮双眼。切！苏洛不以为然，提着他的面具走在前面。突然，桥上有人大喊：“风流！”柳儿，有人跳河了！有人跳河了！现在的晚上，河面还是很冰冷，等半天也没有人跳下去救他女儿。方父才跑到桥下，把外衣脱下来，跳进河里。当苏洛和南宫清到桥上时，就看到了这一幕。柳儿，柳儿！
谁来救救我的柳儿啊？我是静安堂的大夫，让我看一下。好，快救救我女儿！这人都死透了，大夫也救不活。哎，好好的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没了，真是想不开呀。苏洛也不管外面的人说什么，把方柳的双手打开，给他按压。按压的苏洛直冒汗，良久后，方柳一口河水吐了出来，人也醒了。柳儿，你醒了就好。你们快点回家吧，外面冷。好，谢谢小娘子。这位娘子，方才你说你是哪家药铺里面的大夫？静安堂的。静安堂的，原来是静安堂的。听说最近静安堂出来一种新药，叫百草油的，对头疼效果特别好，真是良医呀。苏洛，救人时我看你衣服也湿了，不如去前面，我再给你码一身。无碍，天也不早了，我们去找婉婉和燕川他们，早点回去吧，玩的也差不多了。回到刚才表演舞狮的地方，燕川他们已经不在这儿了。又找了一条街，才看到4人。川川、欢欢，我准备回家了。娘，我们要回去了吗？有点晚了。阿旭皱眉，现在还不算太晚吧？他和谢小姐都还没逛够呢。苏娘子，那我们回去吧。今晚也玩的差不多了，很开心。自从知道陈怀旭真正的死去了，赵如云这几天脸上几乎就没有笑容。伯母，外面冷，我扶你进去。谢婉婉扶起赵如云往回走，到大门口时，赵如云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了苏洛一眼，意味深长。南宫清、阿旭，你们2个人也早点回去，福满楼要是有什么事，记得叫人来通知我一声。我最近可能都要忙于长平村的酱油，所以福满楼就靠你们2个打理了。你放心吧，福满楼有我阿旭在，倒不了。好，那你们路上小心，我回去了。苏洛，石管家他们还有2日就到永乐县，到时我直接带他们来找你。好，2日后见。我到家了，这个披风你拿着，快回去吧。见谢婉婉和婆婆还在等着自己，苏洛笑着搀扶赵如云的另一边手臂道：婆婆，晚上天冷，你早点休息啊。明日我去水晶庄把姨母叫过来，让她好好陪你。算了，洛洛，你姨母也有她自己的生活，不要总是去打扰她。我老了，晚上也睡不着，干脆就在这儿等你们回来。苏洛，南宫清，这几位莫非就是……没错，这就是我和你说的石管家和他的家人。这位就是石管家，无论是管理院子内外还是庄子，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。小人石弘毅，见过夫人。石管家，你们还是和大家一样叫我苏娘子即可，我们家很随意的，不需要每次见到我都行礼。这位苏娘子说不用对她行礼，是我刚才过来时哪儿做的不好吗？苏娘子，小人……石管家放心吧，我只是不习惯别人对我天天行礼，你们只管做好自己的事情，无需在意这些虚的东西。是。这位是石管家的儿子石双，还有他的妻子东婶，这是贺哥。见过苏娘子。既来之则安之，我先带你们去安置，有什么事情等休息好了再说。苏洛走在前面，身后迟迟没有脚步跟来，回头一看，石管家和石双都低头朝着南宫清，好像还有什么难言之隐。怎么了？苏洛，就是那件事。中午刚过，燕川和易欢还没到上绣楼和谢婉婉学习的时间，2个孩子都还在西院玩耍。川川、欢欢，这是贺哥，你们以后就有新朋友，特别是川川，贺哥以后就是你的伴读，他从今天起会住在你的东院，也会陪你一起去学堂。你现在先带着贺哥去看看房间，一会儿你们3个一起去绣楼听谢夫子的课。
娘，你放心，贺哥就交给我。燕川跑到贺哥面前，拉起他的手腕。你叫贺哥，我娘跟我说了，她会给我找个朋友一起学习，原来就是你啊。走，我带你去东院看看，我那里可好玩了。贺哥，我的心愿也很好玩，还可以荡秋千，还有很多很多的花草。公子小姐，小人名叫石鹤，小人可以自己走的。贺哥，我叫陈彦川，这是我妹妹陈奕欢，你以后可以直接叫我们名字的，不用叫什么公子小姐。是啊，我们村从来没有人这样叫人的。贺哥，你叫我奕欢就行。公子小姐，小人不改。燕川和奕欢觉得贺哥还不熟悉，也不勉强他，只是带他去了东院。石管家，你现在可以去休息了。啊，小人一家何等荣幸，小人在此谢过苏娘子。你们起来，在我们家不用跪来跪去的。苏娘子，我与南宫公子是坐马车来的，一点都不累。家里有什么活尽管叫小人，我们一家命贱粗糙，不用休息的。石管家，每个人都是爹娘10月怀胎生下来的，生而为人就没有贵贱之分，同样是人，我们生而平等，只要我们不看清自己，就没有人能够看清我们。说什么命贱之类的话，以后就不要再说了。是，小人说错话了，请苏娘子责罚。我这儿和京城不同，你们以后会慢慢知道的。你们的工作也很简单。石管家，我们家只有2个小孩，还有我婆婆。绣楼上还住着一位谢夫子，是教我们家欢欢的夫子。东院隔3差5还会有一位杜大夫住在那儿，他是我的徒弟，药房就不用你们去管，那里我会和杜大夫自己去打理的。还有就是我们家的稻谷田地还有庄子的收入，这些都交给你整理。啊，苏娘子，除去这些还有别的吗？有，永乐县的2个福满楼我都有3成利润，静安堂卖的百草油也是我和杜大夫5分账，以后算账还有管理这些就都交给你。家里还缺什么你尽管跟我说，该添置的就要添置，今后我只负责查账。是，小人遵命。东婶，你就负责伺候我婆婆，厨房现在还没有下人来做饭，你就先坐着。我婆婆是个闲不住的人，她会和你一起给我们做饭。是，奴婢都听您的。石霜，你目前呢就先做那些我说好的，家里的吃穿用度你负责买卖，等燕川他们去学堂了，你就负责去接送他们。是，小的记住了。苏洛说完，把他们带到为他们准备好的房间，一间大的给石管家，另一间给石霜夫妇。回到前院，南宫清坐在那里自己倒茶喝。苏洛，石管家他们你都安排好了吗？石管家的事情谢谢你啊，我很满意他们一家。满意就好。这是他们的身契，石管家是家养的仆人，他儿子石霜也是，只有东婶是从外面买来的。他们的身契现在都交给你，一共4张，你要保管好了，这可是他们的命。南宫清，这身契你花了多少银子？我把银子给你。什么银子不银子的？石管家愿意来这儿，我没出什么力，也没花多少银子，就当我送给你一个人情，不用银子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只有谢谢了。我要出去一趟，你要不要去？要。那就走吧。苏洛，这不是你们以前住的瓦窑吗？你来这儿干嘛？来看看吴京和云台如何了。你跑那么远才把吴京给弄到这儿来，就不想看看他现在长得怎么样吗？想，我当然想了。苏洛把旱地里的围栏打开，进去就看到了吴京和云台都已经开花。苏洛，这2种植物就这样种在一起，就能培育出你所说的白菜吗？那倒不是这么简单，它们要授粉，结出来的籽才算是培育成功。如何授粉？想要授粉，这些植物就要借助外力来帮助才行。就比如说花朵上的这些蜜蜂，它们在采花蜜时，
会把云台的花粉带到无尽的花朵里面，或者是借助风力也能够达成。等两种植物的花粉结合，就能生出一种新的植物来，所以这个就叫做授粉。苏洛从家里拿出一点棉花过来，卷成一个简易的棉签，给两种花授粉。你还要？我给他们授粉要均匀一点，这样结出来的籽成功种成白菜的几率也大。哦。可苏洛认真的样子真的很让人移不开眼。侧面望着他，长长的睫毛如羽翼一般，整张脸全神贯注地给吴京和云台授粉，那么认真，好像什么事儿在他身上都不会让他慌张一样。走啦。苏洛，这就好了吗？那花上面还有很多蜜蜂在那里，要不要找几个人来守着它们？蜜蜂会不会对吴京和云台造成伤害？不用，让他们在自然的情况下结合，不必过多干扰。苏洛，长平村的酱油线下也稳定下来了，你接下来想做什么？要不要来福满楼？以我们福满楼的资金，完全可以去安长洲开一家分店，你看如何？过段时间吧，我给樊老写了信，明天要把燕川送去苍溪书院，等长平村的酱油做出来，福满楼的菜色更上一层楼时，我们再去安长洲去开分店。要做，我们就要做一炮打响的那种。翌日，到了苏洛和樊红镇约定好的日子，正式带燕川入学。川川，别紧张。娘，我不紧张，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，已经在心里想了10000遍入学的情景，我很期待。娘，你放心吧，我已经长大了。奶奶说过了年我就是6岁了，已经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，你别担忧。夫人，小人会好好照顾公子，小人的爹和爷爷教过小人，会照顾人。贺哥，你也要照顾好自己。我给你和川川都买了新的纸和笔，回到学院之后，不管站得有多远，一定要好好听夫子的课。苍溪书院。请问你是苏娘子吗？我就是苏娘子。还好赶上了。苏娘子，樊院长叫我来此处等你。苏娘子，几位请跟我来。走到樊红镇的夫子楼外，白发苍苍的樊红镇早已等在门口。苏娘子，老夫在此恭候多时了。樊老，您客气了。苏娘子，你这个儿子老夫见过一次，不知可有遗传到你高深莫测的优点？樊老说笑了，我一个妇人哪有什么优点啊？现下把我们家川川交给贵院，还要麻烦贵院的夫子们。樊红镇手掌向下，对着燕川勾手指，引燕川过去他身边。樊院长，你叫陈燕川，你可知我们为何要读书啊？为我朝崛起而读书。燕川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为我朝崛起而读书。好一个为我朝崛起而读书。樊老，这是谁家的小娃娃？口气不小，我老关喜欢。樊夫子，关夫子，这是小儿陈彦川，今特地来这儿求学。原来是苏娘子啊，这就不奇怪了。这个女子，他们称呼她为苏娘子，难道她就是樊老所说的高深莫测的神秘人？在苍溪书院位高权重的2人，还特意跑去人家吃新房酒。这个苏娘子到底有什么来头？原来传言中的苏娘子就是您，真是久仰大名。关夫子好。苏娘子，我们学院教书的宗旨是根据学子的特长重点培育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读书的料。有些人画画很好，有些人作诗能力很强，也有书法很绝之类的。不知犬子可有什么特别擅长的？川川，你好好回答夫子的话。关夫子，学生在家是学过一些儿诗，但这些不足为奇。
学生认为算术是目前比较拿得出手的。算术也是特长？官夫子，算术当然算是特长。学生的知识储备尚浅，未能把算术的精妙学好。娘说过，只要再接再厉，学好算术时，就会发现它是个很实用的东西。生活中亦是如此，处处需要它。小燕川，既然你算术很厉害，那官夫子就考考你。有了，小燕川，你听好了，我出的题可不简单。每日辰时，张三都会挑50斤菜到街头去卖，1斤卖3文钱。这天他只卖到了42斤，那么这天他赚了多少文？小燕川，要不要夫子给你找个算盘过来？不需要，张三这天还剩8斤菜，1斤3文钱，卖了42斤，赚了126文钱。这个太简单了，我们再来一个。每日辰时，张三都会挑着105斤菜去街头售卖，1斤卖3文钱。但是今天的60斤菜有些蔫了，只能卖2文1斤。那么他这天2种价位的菜一共赚了多少文？张三赚了255文钱。不需要任何工具，单靠心算，燕川就能立马把这个题算出来。不到1刻的时间，关少有点不相信燕川。小燕川，骗夫子可不是一件好事情。你等着，我给你把正确答案算出来。关少现在感觉自己受到了打击，他不相信自己一个夫子算个旁门左道还不如个6岁小娃娃。良久，两人抬头不可思议地看着燕川。小燕川，你是怎么算的？这么快？是用了什么方法吗？是官夫子你出的题太简单，要说方法，我只是用了我娘教给我的乘法。侮辱啊，简直是侮辱！想我关少在苍溪书院也是叫得上号的夫子，今日竟然还被一个未入学的小孩给侮辱了。不行，今天必须把面子挣回来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小燕川，你看到门对面那一堆书了吗？你要是能把它们算出来，夫子我就不考你了，让你来考我。苏洛对儿子那是信心满满，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惩处法，而燕川和易欢已经会解方程了。这些对燕川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，根本不在话下。走到那堆书旁，小手在一叠书上数了上去，只数一叠，转身就对关少道：关夫子，一共有2400本。这下子樊红镇是真的不淡定了，那一堆书里他们书院的人才数过，不多不少，正是2400本。关夫子，关夫子，学生算的可对，可有2400本？对，对。小燕川呐，不错不错，你能告诉老夫你是如何确定这堆书里有2400本的吗？樊院长，这个很简单，你看这书堆得这么整齐，这一堆的高度有50本，往里面数有6排，往右边数过去又有8排。知道这些后，那就是50乘6得到300，又用300乘8，最后得到2400，因此这里的书有2400本。小燕川，你告诉老夫什么是乘法？乘法是我娘教给我和妹妹的其中一种算法。又是苏洛教的。苏洛到底是什么样的神仙下凡呢？怎么会懂得这么多？燕川说乘法只是这算法中的其中一种，那意思就是苏洛还教了他们好多种。关夫子，刚才你说我要是算对了这儿有多少本书，你就让我考你，就可以给你出题。刚好我想到了一个好玩又简单的题。关夫子，你不会骗小孩的，对吗？你出吧，你可是苍溪书院第一个敢给夫子出题的学子，别怕，出个难的。好，那关夫子可听好了，
鸡、兔、同、龙，一共有18只，52条腿。请问鸡有多少只？兔又有多少只？怪少一听还不以为意，不就鸡和兔子吗？这有何难啊？右手指尖敲击在左手拿着的书本上面，越想越不对劲，好像怎么算都不对。小岩川，你确定这个题出的没问题吗？没问题啊，学生和妹妹在家经常这样算数来玩。鸡兔同笼的问题已经玩过上百遍了。娘亲说这样的算术题是给我们用来开发智力的。不好意思，我老关现在需要找干净的地方。小岩川，你等着，我一定会算出来的。好的，关夫子，学生等着你哦。苏娘子，你虽为女子，但老夫愿意破例，想请你来苍溪书院担任夫子，你可愿意？樊老，自古就没有女人当夫子的，于我而言，我更喜欢在外面闯荡。可是苏娘子，要不你回去再考虑一下。樊老，有燕川他们在，该流传的东西一样都不会少。又和樊洪振聊了一些关于燕川入学的问题。苏洛教了1年束修后，燕川和贺哥被樊夫子带出去上课，直到下午，石管家才把苏洛叫了出去。石管家，有什么问题你就说。苏娘子，这是我列的一个清单，请您过目。从石管家手里接过单子，苏洛看了里面的内容，需要买什么后面都会有一个详细的说明。苏娘子，家丁可以干家里的重活，如此一来，老夫人想要去水庆庄，马夫也省了。啊，苏娘子，买厨娘这件事，请您跟小的去看一下后厨。后厨现在是婆婆和东婶一起做饭，难道还会有什么问题吗？看着后厨里面的一幕，苏洛习惯了，只是东婶儿太过难为情。老夫人，您休息一会儿吧，奴婢来做。我喜没事，我都做了这么多年的饭，多活动活动。老夫人，您是主人，奴婢是下人，你可以不用进厨房的。东婶为难的快要哭了，每到做饭时间就是她最难熬的时候。要是在京城这样的情况下，被家里的当家人知道，他们是要被乱棍打死的。唉，苏娘子啊，老夫人还是少进厨房的好。现在还好，可要是长期如此，对身体不好啊。万一不小心受伤了，那更是得不偿失啊。我知道了，石管家，去前院支银子，就按照你给的这个清单把人给买回来。我婆婆那儿我去跟她说，从明天开始就不用她进厨房了。是，小的明日就去人牙市场给您挑人。西院内，苏洛特地来找赵如云。洛洛，今日你在绣楼里陪欢欢，我都不好去打扰你。你快跟我说说，川川他去的那个苍溪书院怎么样啊？里面的夫子好不好？负不负责任？也不知道川川害不害怕。唉，我还是很担心他第一次一个人离家这么久的。婆婆，川川一切都好，樊老他们对川川也很是照顾。川川作为一个男孩子，总是要习惯一个人在外面，独立是成长不可少的。婆婆，明天石管家去买一个新的厨娘回来，你就不用去做饭了。不行的，洛洛，我喜欢做饭，厨房里有我和东子就够了，不用再买个厨娘。婆婆，我不让你去做饭是有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你去做，别人做我都不放心的，只有你才可以做这件事情。什么重要的事情啊？洛洛，如果是太重要的，我怕我也做不好。放心吧，我说你能做，你就是能做。我和南宫清他们谈好了，福满楼的卤料包现在不仅可以用来卤猪蹄，还能卤排骨、卤鸡蛋、鸟蛋等等，这还都是不限量提供的。加上福满楼可以打包卖出去，生意呢更是火爆。而我现在要忙着济安堂的百草油，长平村的酱油也要盯着。石管家说水清庄的房子也差不多好了，田地里的事情太多，所以制作卤料包的事就交给你来做。材料时双货给你买回来，你只要在家里安心制作就行了。
婆婆，这个呢可是我的独门秘方，你舍得被外人发现吗？洛洛，这个还真的只能我来做，你放心的交给我，我绝不让别人知道，就连东子也不会让他发现的。一到燕川放学的时辰，易欢就闹着出去等他。苏洛和赵如云也一起来了。娘、妹妹、奶奶，我回来了。哥哥，哥哥，妹妹，你看，这兔子送给你养，这样家里有石头和花花，还有他们陪着你，你就不无聊了。哥哥，小兔子好可爱，我喜欢。川川，今日在学院感觉如何呀？开不开心？奶奶你放心吧，我在学院很好，夫子对我也很好。川川、贺哥，你们两个老实告诉我，这两只兔子是哪儿来的？娘，是关夫子送给我的。夫人真的是关夫子送给公子的。公子给关夫人出的那道鸡兔同笼的问题，关夫子算不出来，然后他就去买了10只鸡还有10只兔子回来。关夫子数了一下午才发现，原来18只动物和52条腿分别是10只鸡8只兔子。关夫子脑袋都想大了，最后还用了这样的方法，于是就把多出来的2只兔子送给了公子。川川，关夫子没有怪你吧？没有，关夫子人很好的，还向我请教了好多问题。好了，你们两个在学院学了1天，饿了吧？走，奶奶给你们做了好多好吃的，回去吃饭。谢谢奶奶。翌日一早，苏洛，村长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进来坐。村长眼神躲闪，苏洛一看就知道他是有着什么事情。村长，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？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就是，苏洛呀，村长，在长平村除了我小叔一家，你就是帮我和我婆婆最多的人，你有什么事情可以直说，能帮的我一定帮。那我直说了，就是洪才明日也去苍溪书院，我想你们家有马车，每日可不可以带他一起？我可以给你们车费。村长，这又不是什么大事，你放心吧，多洪才一个不多，也就是顺路的事儿。前些年要不是有你，也没有我们家今天，什么车费不车费的。苏洛，只是这样太麻烦你了。都是顺路而已。对了，村长，现在酱油还没出油，村里的人有没有闹事？是有那么1、2家，他们看不到成果，想把银子退回去。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。长平村把所有的银子都投在了酱油厂。苏洛，村里人的情绪我会仔细安慰着，我们都相信你，只要熬过了这几个月，酱油一定能给我们带来惊喜。会的。走到酱油厂大门，100个酱缸整整齐齐地并排在院子里。苏洛，村长，你们来的正好，我和铁柱爹正要给酱油搅拌，你们快看看，这酱油是不是发酵的很好？发酵的很好，小叔，你们这次搅拌过后就可以不用盖缸帽了，让酱油日夜的晒着，我们晒得越久，味道就会越醇厚。当然了，下雨天也是不能让雨水进去的，以免破坏到了酱油。苏洛，我们都知道了，我们先上去搅拌，你看着我们的方法对不对？苏洛，你看他们2个，他们把这酱油厂管理得很好，我还要忙村里的事，我在这儿就是个凑数的。村长，要不是有你这个定海神针在这儿，这村里的酱油厂也建立不起来。你这说的是个什么话呀？正当苏洛和村长期待着未来酱油能给村里带来利润之际，却有不和谐的声音传来。村长，找你半天，原来你在这儿。退银子，今天你必须退我们家银子。对，把我们家银子退回来，我们家不要这个酱油厂了。李兴业，你干什么？带你媳妇儿回家去，酱油厂不准闹事儿。铁柱爹，我们不是来闹事的，我们只是来拿回我们自己家的银子。这个酱油厂就是个骗大家伙银子的东西，说好的能赚银子，
可过去那么久，都1个月了，连1文钱都看不到，全村的银子都交给了村长。谁知你们背地里拿着我们的银子去干了什么？对，今天这个酱油厂我们家不要了。村长，你把当初从我们家骗走的银子退还给我们。李兴业、李周氏，我们都是一个村的，大家都姓李，我真的没有必要骗你们。只是现在这个酱油还没有制作完成，它的好处你们看不见，只要你们再等上几个月，当初你们投的那800文银一定会让你们10倍、100倍的赚回来的。我呸！什么几个月以后？要是能赚到银子，早就赚到了。只有你们这些傻子才相信村长和苏洛的话。你们看看村长，再看看苏洛，他们赚银子多快呀！他们的银子不过几天就赚了几10两，可待我们的时候，从年前就开始准备，现在过完年都1个月了，还是什么都没有，这不是骗我们是什么？住口！苏洛都是为了我们村好才带我们做的酱油，你们不感谢就算了，还在这里大放厥词。李兴业，你也是这么想的是吗？兴业，你对得起你这个名字吗？村长，我觉得我媳妇儿说的对，你们做的酱油真的靠不住，与其血本无归，我们只想提前把我们家的银子要回来。李兴业，你有没有脑子啊？村长怎么可能会害我们？要不是为了我们村好，谁愿意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啊？你们坐等酱油出油，到时候卖的银子来分红不好吗？我和陈平安还有村长3个人天天在这里管理这些酱油，我们也得等酱油出去才有工钱。我们都没说什么，你不要在村里边动摇人心。就是，铁柱爹说的没错，我们都是一个村的，不会骗你银子。我们家在这儿跑也跑不掉，酱油是个好东西，一定能大卖。你们不要被自己的胡思乱想给害了。哼，你们住口！你们也不要说我家相公，现在说的这些话想蒙谁呢？就这个东西也叫好东西？你们说这个是酱油，那你们自己去看看，那酱缸里的都是什么颜色，跟粪坑里的屎有什么区别啊？还有，这让人闻了就想吐的味道也能叫上好东西？谁会买这样一个东西回家做菜吃啊？不是他们脑子有病了，就是你们脑子有病，简直就是异想天开。今天不管怎么说，必须把银子给我们家退回来，不然我就把这酱油拿去倒粪坑。你敢？你们想退银子我能理解，但你想破坏酱油，那就别怪村里人对你们不客气。这酱油厂是全村的酱油厂，你们不想占股，这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但是我在今日在此提醒你们，从开始做酱油和第一次开大会的时候我就说过，做酱油不是一下就能做成，至少也需要3个月的时间。等我们盈利了，就能继而不断的生产。你们今日这一闹，我可以把你们的股份买到我的名下，以后酱油厂赚银子与否皆与你们无关。苏洛，你说的这些话吓唬谁呢？你家有银子你耗得起，我们可耗不起。什么都别说了，退银子，退银子，退银子！你闭嘴！你再说话，小心我用棍子塞你嘴里，弄死你！你，好你个王德厚，不就是认得2字吗？你还想打死我？你打呀！打死我算了！哎呦，痛死了，杀人了！你撒泼打滚给谁看啊？老子不吃你这一套！你再演，老子不被无名，不打白不打！乡亲们，你们也不要被他们给骗了。今天我们一起把银子退回来，那银子是我们辛辛苦苦才挣来的，不能就这么没了。这酱油就是个未知的东西，他们想要用未知的东西来骗我们的银子。不信你们自己过来看，过来闻，这东西臭死了，长得还恶心。我们今天一起叫他们把银子给我们退回来。李周氏，我前些天还劝过你们，叫你们再等等，你们急什么？等上几个月，赚不赚银子的大家就知道了。你看你们2个非要闹这么一出，苏洛说话我们大家还是相信的，
要是酱油真的大卖，别到时候你们肠子都悔青了。悔？哼！我们现在不退银子才是真的悔。你们就等在这儿吧，等到时候有你们哭的。村长，酱油厂的事情我想要开一次紧急会议，麻烦你去把村里所有人都叫过来，今日把该解决的都解决好，该让大家安心的就让大家安心。好，只要我们恒心不变，酱油厂就能继续下去。苏洛，村里的每一家人都到齐了。那我们会议开始吧。大家安静。今日召集大家过来，耽误大家时间了。今天因为酱油厂出了一点事情，不得已必须要开这个会议。村长，是不是为了给李青叶他们退银子的事情啊？是的，他们后悔投入酱油厂的银子，那么我们就给他们一次机会。今日我自掏腰包，把他们当初投的800文银份额转到我的名下。各位父老乡亲，今日我当着大家的面，与李兴业夫妇交接，一手交银一手交酱油厂的份额。收了我800文之后，李兴业一家从此与酱油厂没有任何的关系。李兴业，你们想好了的话就过来签字按手印。做完了这些，我面前的这800文银就退给你们。李兴业不会写字，所以只能在苏洛给他的文书上按下手印，又让村长把文书的内容当着全村的人读了一遍，做到公事公办，不带任何隐私。村长把800文银双手交到李兴业的手上，满眼的惋惜。李兴业，今日你退了酱油厂的股，希望来日你也像今日一样无怨无悔。不后悔，不后悔。跟着你们做那个像屎一样的酱油，我们才后悔呢。银子终于退回来了，相公，我们回家庆祝庆祝去。无知妇人，无知妇人呐！这个酱油厂我早期就跟大家说过，我们最少也要晒上100天。我承诺大家的话一句都没忘记，只要等酱油做好，福满楼就是他的第一个顾客，我说到做到。但是不妨大家有心急的人想要快速看到成果的，那么你们可能就要失望了。做酱油做不了这么快。今日李兴业夫妇的事情你们也看到了，类似于像今日之事，我和村长都不想再发生了。所以你们家谁要是也想退股的话，今日我都给大家这个机会。我手上有着全村的入股文书，有想退的现在就退，过了今天那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退吗？可苏洛和村长陈平安他们都不退啊，他们可都是村里的有钱人。见村里人被李兴业夫妇动摇，李牛拍着凳子站出来道：各位，我李牛在此，要是谁想退股的，我也能收一部分。不瞒你们说，我每日给福满楼送豆腐，那里的生意火爆程度我是最清楚的，连他们都承诺要咱们的酱油，那酱油绝对是个好东西，你们要做错了选择，必定悔恨终身。燕川娘，我们家不退，别人爱退就退，我们还想少个人来和我们分红呢。我们也不退，燕川娘，我们家就跟着你了。就是，坚决不退股。不退股，不退股。诸位父老乡亲，今日会议过后，我希望闹事的人不要再有了，大家都安心等待我们酱油做成成品，等待将来分红，让我们一个村都能过上好日子，也让我们村团结一致，一起守护我们村的酱油。是，一起守好酱油，一起过上好日子。一起守好酱油，一起过上好日子。安抚人心这样的事情交给村长，擅长的事交给擅长的人来做。苏洛回到酱油厂里，看着陈平安和王德厚继续搅拌酱油。苏洛，前面的事情处理好了吗？好了，方才在村口没有看到李新燕的父母，他们是不是来到这儿了？他们来过这里，为了800文银，还想毁了我们的酱油。见李兴业把银子要到手，两公婆才把份挑走。在这件事情过后，我和村长说了，在村里挑10多个人，日夜换着守在酱油厂里。小叔，厂内是不是有纸笔？你呢，去帮我拿一下，我要在厂门外面写一张告示。
好，我这就去给你拿。苏洛拿到纸笔后，就写下了酱油种地，无关人等禁止入内，否则公堂上见。写好了这些，想起村里人大部分都不识字儿，他又画了一些简易画，让他们看见画也能知道这字的意思。到了午饭时间，苏洛才回到村口的院子。今日的人际处理还有一场，他得吃饱了才有力气。进门时，苏洛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场景。宋娘子，这刚从人牙市场买回来的下人都是这样的，等一会儿叫他们洗干净了再带来见您。你和使管家带着他们去吧。是，苏娘子。洛洛呀，我看使管家带来的人好像都没吃饱饭一样，我去厨房再煮点稀饭吧。好，既然来到了咱们家，那吃饱是必然的。赵如云跑着去做饭了，苏洛热了一壶茶在前院等着。良久过后，使管家才又把人带过来。快，见过夫人。少爷见过夫人。你们不用害怕，既然来到我家，吃饱穿暖是基本，我也不喜欢虐待下人。你们只要把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，像村里的人叫你们干什么活的话，你们不用去理会。在我们家里干活，只要干得好，我每个月还会给你们奖赏。但是我发现是有别的心思，那么不好意思，你们的下场就不仅仅是回到人牙子手上这么简单。都听见我说的话了吗？是，夫人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娘叫我二丫。这样吧，我给你起个新的名字，你以后就叫安安，平安的安。还不快谢谢夫人赐名。安安谢夫人赐名。安安，你以后就是专门陪着易欢，有什么不懂的，东婶也会教你。以后你和易欢就在绣楼里好好听谢夫子上课，作为易欢的丫鬟，你也要必须认字。是，安安记住了。剩下的人2个家丁，一个厨娘马婶，2个丫鬟春花和秋月。好了，厨房准备好了稀饭，你们吃饱了就去休息，明日该做什么使管家会过来安排，去吧。是，谢夫人。苏娘子，水庆庄的房子和牛棚已经完工，您看您什么时候有空去水庆庄看一下？明天吧，明天带着我婆婆一起去看。是。苏娘子，这信第一封是杜大夫写给你的，还有一封是邮差送来的。苏洛看着另一封信，是徐老夫人写给他的。信上写的大致内容是徐老夫人的百草油用完了，还向苏洛抱怨许洪阔办差到半夜，每每都偷用他的百草油。徐老夫人给苏洛的建议是去安长州再开一家济安堂，专门卖百草油，生意必定大火。想着苏洛这个决定可以去找杜修远商量一下。苏娘子，你快来看，这些羊我只留了羊肠，羊肉全部卖到福满楼去了。这羊肠该如何制作才能做成细细的一条线呢？想要做成好的羊肠线，需要从小肠黏膜提取纤维，经过药水处理，才能变成上品的羊肠线。杜大夫，以后想要做羊肠线，我们济安堂就专门培养2个人，每日去屠夫那里去买新鲜的羊肠回来即可。我知道了，苏娘子。几人在后院收拾着，一口水都还没来得及喝，前院先吵起来了。你刚才说没有百草油了，为什么他们来买的时候又有？你们堂堂一个药铺，竟然联起手来耍我！把你们东家叫出来，我要亲自问问你们，你们就是这样做生意的？这位大哥，不是我们不把百草油卖给你，而是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。你一下子要200份，你要这么多百草油去做什么呀？就算你一家都用，加上你亲戚家一起用，3年也用不完200瓶啊！你要是一下子全买完了，后面真正需要的人怎么办呢？而且把我们东家叫出来，说了也没有用。东家吩咐一人只能买10瓶，你又何必为难我一个药童呢？我只是来这里做工学习的，做不得百草油的主。
东家让我们怎么做，我们就怎么做。苏洛怕有人倒卖百草油，从此市场混乱，特意交代一人只能购买10瓶。所以像今天这样的情况，这2天一直在上演。不要给我说这么多废话，前几天就有个哥们儿从这里一次拿了50多瓶，凭什么我千里迢迢过来这里，你们却只卖我10瓶？今日你们必须给我这个说法，不然你们这生意别想做了。怎么回事？杜大夫，是这位大哥想从我们这儿买200瓶百草油，按照规定我只能卖给他10瓶，他就不满意了。老夫知道了，你卖你的药，我来和这位患者说。是。壮士是哪里不舒服吗？看着身上也不像有疾的样子。百草油并不是所有的疾病都能治，若是真有哪里不舒服，还需要大夫来给你切脉，望闻问切后才能对症下药。要是药不对症，你买200瓶百草油拿去泡澡也于事无补。杜大夫，你就是这个济安堂的东家吧？你先别管我身体有没有病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们济安堂制作这个百草油出来是不是卖的？是。那好，既然是来卖的，那卖给谁不是卖？你卖给他们，他们只能一人买1瓶，但我不一样，我一次就能给你买200瓶，每瓶30文，一手就能让你赚6两银子。我想不通，你们有生意不做，脑子都在想什么？哼，不是每个人都利欲熏心，这些百草油全部卖给了你，那需要它的人用什么？我们要把该用的东西用到需要它的地方，这才是我们制作百草油的初衷。良药是为了给世人减轻痛苦，而不是给心怀不轨之人谋取利益。作为一个商人，你要是爱心泛滥，就别想从世人身上再赚取1文银钱。壮士身上若没有疾病，买了百草油后就请自行离去。济安堂还要为别人切脉诊治，莫要在这儿影响了别人。杜大夫，买了百草油我自然会走，你们规定一人只能买10瓶，这个规定好，你有你的政策，我有我的对策，咱们谁也别想影响谁。这个大胡子男人到底想干什么？说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？今日我一定会买到200瓶百草油的。男子狂笑着，边走边回头，走到济安堂门口，用他的大嗓门呜呼一喊，好多老百姓都向他看齐。送银子，送银子，想要的都过来。一句送银子比所有魔力都有效，老百姓们蜂拥而至，垂涎欲滴地围起大胡子男人。你们想不想要银子？想不想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赚到钱？想，我们当然想。这位老爷，你真的给我们银子吗？老爷，我说话算话。今日只要你们帮我一个小小的忙，我就一人送3文银给你们。大老爷，你快说说是什么忙，能帮的我们一定帮。这个忙很简单，你们每个人进去帮我买10瓶百草油出来，需要20个人。百草油买出来后，一人3文银，就当我送给你们的。啊，大老爷，我愿意去，我也愿意去，我也愿意去。在这些人的身后走进来3位拄着拐杖的老人。听见那些人是为了要买百草油，3名老人疾步走上前来。哎，快，小娘子，快给我们1瓶百草油。好，请稍等。苏洛蹲下去，拿出1瓶百草油来。起来时，20多个年轻力壮的人直接把3位老人给挤到一边去。哎，我先来的，是我先来的。小娘子，小姚童，快给我拿10瓶百草油。先别给他，给我10瓶。你们啊，杜大夫，你来的正好，我们要来买百草油，你快拿给我们。小娘子啊，我们先来的，能不能把那1瓶百草油先卖给我们？苏洛手上拿的那1瓶百草油本来就是要给他们的，
苏洛想先递给那3位老人，却被无数只手相抢过去，无奈又收了回来。闭着眼睛深吸了一口气，他已经很久不发脾气了，没想到今天居然被人公开挑衅。住手，都给我安静！百草油今日售罄，想要就过几日再来。没错，百草油已经售罄，诸位请回吧。小娘子，你手上不还有1瓶百草油吗？1瓶我们也要。哎，对，1瓶我们也要。小娘子，那是……王大夫，快救人！眼看3个老人就要被别人踩在脚下，苏洛赶紧喊王大夫把人扶到一边去。当着所有人的面，苏洛把手里的那瓶百草油拿给小药童，让他带过去给那3位老人。不是，小娘子，是我们先来的，把那瓶百草油给我们才是啊！谁先来谁后来，我心里清楚得很。百草油今日售罄，你们若再敢在此无理取闹，我不建议把县令大人给请出来一趟。听到苏洛搬出县令大人，老百姓的气焰都蔫了。一堆人出去，原本得意洋洋的大胡子男人坐在那里等着，知道自己的计划没有成功，瞬间火冒三丈。你有你的政策，我有我的对策，咱们谁也别影响谁。好一个济安堂，你们给我等着！苏娘子，此人定是利用咱们的百草油在外面倒卖，赚取高价利益。这件事情关乎济安堂的名誉，百草油代表着济安堂，若是放任这样下去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苏娘子，每瓶百草油上面都刻着济安堂，我们的百草油都还没做起来，绝不能毁在这些人的手上。这件事情我会好好想个办法，先去那边看看那几个爷爷，看他们好像是受伤了。好。哎，大夫，我们没事儿，我们不用看诊。老人家，我得看你们伤得严不严重，不然怎么放心？不用了，我们都是些老骨头，经常磕磕碰碰的，已经习惯了。不过是摔了一跤，没什么大碍，过一会儿就都没事了。3位爷爷别怕，王大夫给你们诊脉是义诊，不收银子的。真的？真的。听苏洛确认是义诊，3人才把手伸到脉诊上去。苏洛和杜修远一起，3人一人切一脉。爷爷您身体健康，只要好好吃饭，定能长寿。我们都活到这把年纪了，长不长寿也无所谓，只要少些病痛折磨，就谢天谢地喽。啊，小娘子，今天我们几个老骨头谢谢你。其实门口那个大胡子我们几个都认识，是郫县的一个混混头子，平时啊也会倒卖一些玩意儿。幸好你们没有把百草油卖给他呀，到他手里的百草油再拿到郫县，这转手就卖80文银1瓶啊。百草油效果好，听我家一个亲戚说呀，来永乐县的济安堂买只需30文，所以我们3个老骨头才决定一起前来济安堂，就是为了省那50文银呢。80文？他们居然拿去卖80文，这不是欺诈老百姓的血汗钱吗？苏娘子，百草油绝对不能再落到那些人手里，我们也不能做那些可恶之人的帮凶。杜大夫，这个事情我们进去说。杜修远让王大夫给3位老人开了擦伤的药，又多送了他们2瓶百草油。苏娘子，你是不是想到办法制止这些人的行为了？能产生利益的东西，就一定有像大胡子这样的人趋之若鹜。如果想要百草油能以一个合理的价格到老百姓手里，那么百草油就必须要走出门去，走出济安堂，走出永乐县。所以苏娘子的计划是？我的计划就是我们大量生产百草油，然后出去寻找药铺代理，收代理权给他们，
百草油的名气已经打出去了。我想没有哪个药铺是不想赚这个银子的。济安堂以后就作为百草油的原产地。你看看这个，如果是把百草油投进了安长洲，那一定是爆火的产品。我们可以先从这些近一些的地方投入，慢慢扩大，让百草油统一价格，走出这个小地方，走到京城乃至整个南宁国。可苏娘子，百草油的价格我们已经是低价来买了，要是到了外面的药铺，那价格是不是还要变动？还有那些倒卖之人，从我们这儿拿不到货，会不会从别的药铺去拿？杜大夫，商战和打仗差不多，就像南宁和北凉打了这么多年，也没有把对方一棒子打死。在这个计划实行的过渡期内，有人倒卖无可厚非。要是全国的药铺都能低价买到百草油，那谁还去倒卖呢？到时候倒卖已经没有任何利益，这种行为会自然而然的灭绝。还有你刚才说的价格上的变动，我又重新算了一下，我们把价格再低上3文银，等到药铺零售时变成35文一瓶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，我这就修书一封到京城，叫小二先把百草油带入京城的济安堂卖，望早日实现百草油能走进全国各地。好，你负责京城，我负责永乐县的其他药铺和周边县。以后这个济安堂的后院就用来熬制百草油。石管家，福满楼上个月的账本还没送来吗？这个小的也去问了，2家掌柜只道账本还没有算好，故而没有送来，等他们理清后就叫人送到陈府。不对啊，这要是出什么事情了，阿旭那咋咋呼呼的性子必定憋不住。他们到底是在干什么？这事儿小的也觉得不对劲，要不小的现在去福满楼看看？不用了，你留在家里，我去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要是我婆婆问起，你就说我去算账去了，让她别担心。好的，您路上小心。下午不是饭点儿，所以这里没有多少人。而南宫清站在3楼的窗口旁，远远的就看见了苏洛的马车，笑意艳艳，从未断过。哎，公子，是苏娘子的马车。本公子知道，吩咐下去，今晚福满楼不营业，本公子不想被别人打扰。是，公子。公子说什么就是什么吧，反正阿旭是想不通，这样故意捉弄苏娘子有什么意思。南宫清，上个月的账本为什么没有给我？你来了，先坐下，喝完茶咱们再说账本的事。说吧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账本出了点小问题，不过问题不大，你放心。作为合伙人，我有权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。看吧，明明没什么事儿，非要对苏娘子恶作剧，看你怎么圆谎啊！公子，楼下的事属下已经交代好了。苏洛，这件事说来话长，不过都怪阿旭。我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这公子说谎，干嘛拉我垫背啊？这事儿我可以解释的。我苏洛，阿旭也不是故意的，他就是害怕你让他重新把账本算出来，所以才不让我们跟你说。阿旭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个阿旭，这个还是我来说吧。苏洛，是这样的，我前天就让阿旭把账本送去给你了，可谁知遇到个抢劫的，抢了一个老人家的包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阿旭也不能见死不救，所以不小心把账本掉进河里，被水冲走了，这也不能全怪他。这也行？真的？真的。宋娘子你也知道，我最怕的就是算账了，所以2月份的账本我又让掌柜的核对做一本出来，这才没有把账本送到你府上去的。阿旭，你和掌柜的拿采买的记录给我，我自己算。阿旭看了南宫清一眼，见公子不说话，他才下去找这些东西。苏洛，你饿了吗？不饿。那你最近都在济安堂做什么？
我几次叫你来福满楼，你都不来。百草油出了一点问题，所以我和杜大夫都挺忙的。把采买的记录和收入全部交给苏洛，苏洛就马不停蹄地开始算起来。阿旭不想被拉下水，赶紧退出去。我们一起算吧，这样快点。低头无言了好一会儿，南宫清喃喃开口：洛洛，我可以这样叫你吗？随便。洛洛，洛洛，好好算账。好。茶喝完了，天也黑了，账本也才算了一半。洛洛，累了吧？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？阿旭又不是故意的，我也没有要怪他的意思。休息一会儿，先去用餐吧。南宫清，我今晚上必须要把账给算完，你也是，今天的事情必须得今天做完，我不喜欢拖延。洛洛，吃完了饭你回去休息，账本我自己来算，我跟你保证，明天中午之前一定把账算完。已经没有多少了，我们再算2个时辰也差不多完成。明日我还要出去一趟，等账算出来之后，这后面分红的事情施管家会来接手。你要去哪儿？去多久？安长州，归期不定，看事情的进展吧。这要是顺利的话，7、8天左右应该就能回来。安长州。南宫清喃喃地念出这3个字，眼里似乎也有了计划。晚上叫2个福满楼的掌柜一起来算账，只用了1个时辰就把账算出来了。护送苏洛上了马车，看着马车远去，南宫清手指一勾，2个黑衣人单膝跪在他面前。参见主人。你们2个好好保护洛洛，他的身边不准有任何的危险。是，主人。 2个暗卫又回到暗处，跟着苏洛的马车回长平村。回到家里，赵如云还没睡，她担心苏洛一个人出远门，担心他吃不饱穿不暖。洛洛，我让春花和秋月给你收拾了需要用的东西，你看看还有什么缺的。对了，还有干粮，干粮一定不能忘了。婆婆，去安长州只需要1天1夜，而且我走的是官道，中途还有驿馆，不会饿死的。儿行千里母担忧，那外面的东西哪有自家吃的放心？我听说现在外面打家劫舍的匪徒又多了，你一个女子在外，能不漏财就不要漏财，穿的也不要太过亮眼，以免被坏人惦记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对了，洛洛，你这次去安长州，把春花和秋月都带去，我看他们2个都挺会照顾人的。我带秋月1人就够了，让春花留下来照顾你们。可是，婆婆，我又不是第1次出远门，身边也不习惯有人伺候，你放心吧，我去看看一欢了。西院的绣楼上还亮着灯，还有3三两两的拨弦声。娘，欢欢，今天都和谢夫子学习了什么？回娘的话，今日欢欢学会了看琴谱。欢欢真棒，这个水晶糕是福满楼新出的糕点，拿去吃吧。宋娘子，听说你明日又要出门？去安长州。听史管家说，现在外面不怎么太平，宋娘子出门路上一定要小心。我会保护好自己的，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欢欢就交给你了，婉婉。欢欢很乖的，什么东西一学就会，过不了几年都不需要我这个夫子了。苏娘子，要不到时候你也教我做生意吧？士农工商，你当真想学？苏娘子这是嘲讽我了，商人又如何？大家闺秀又如何？连自己的家人都保护不了，要那名声有何用？还不如从商，起码不管走到哪儿都能衣食无忧。妻离子散，家庭破碎，谢婉婉身上背负着仇恨，总有一天她一定要为爹爹洗清冤屈，还他们谢家一个清白。
不过在这之前，他必须要有一定的实力，没有实力又谈何报仇？再看看吧，你要是想学的话，将来就跟着我。那婉婉在此先谢过苏娘子了。翌日一早，秋月和苏佐就牵着马车出来，在门口等苏洛了。秋月、苏佐，我们出发吧。是夫人。路上又让马儿休息了几趟，黄昏时三人才到达临近安长州的驿馆。夫人，请出示你的证明。苏洛手伸到袖子里，从空间拿出当初阿旭给他的玉牌。原来是贵人，贵人里面请。见着两人的反应，苏洛反复看手中的玉牌。南宫清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？为何一块玉牌都能有如此大的能力？给我们安排2间上房。是，小的这就给贵人安排。几人脚步刚踏进店内，一个熟悉的声音率先传来：安排房间之前，不先好好用餐吗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走到两人面前的餐桌坐下，面前早已给他备好了茶。苏洛眼神一直凝视着两人。说吧，你们2个又背着我做了什么决定？洛洛，你误会我们了，我们也是要去安长州，顺路就在这驿馆休息一夜。谁知我们这么有缘，出个门都能遇见。你们不好好在福满楼待着，跟着我做什么？洛洛，明明是我们先到这儿的，要跟也是你跟着我们才对啊。不信你去问驿馆的小驿丞，是不是我们早就到这儿了？2位公子是中午到这儿，确实比贵人您早些时辰。小哥，给我们随便弄点饭菜，不要和他们弄一样的，看着就不好吃。是。饭菜没有那么快好，苏洛让秋月和苏佐一同坐下来等。见苏洛真的不同他们用餐，南宫清合起扇子，起身坐到苏洛那一桌。洛洛，其实我跟阿旭去安长州确实是跟着你，不过我们转念一想，既然去都去了，不如顺便考察一番。这次的安长州开个分店，你不是也希望我们能早日开分店吗？这个是你们2个的临时起意，还是蓄谋已久？我发誓，这真的是临时起意。为了和你好好商量，我才故意在这里等你的。开分店是我的心愿，不过你是大股东，你说话才有用。洛洛，那这件事情就这么说定了。等明日我们一同进城，你们2个去找合适的酒楼，我去找药铺，就这样愉快的决定了。夜幕降临，驿馆进来的人也越来越多，慢慢下面吃饭的地方都多了几桌。门口风风火火的进来一行人，30岁的男人横抱着一个女子，一进来就冲着驿馆里面慌忙大喊：请问这里有没有人身上带药的？救救我夫人！喂，你是哪家的？我是卢城富家傅正清，路过此地，夫人晕倒不醒，不知你们可有会医术的人？哦，原来是卢城富家的呀，祖上可是太傅，久仰了。我懂点医术，快让我看看。傅正清手忙脚乱，直接坐在了地上，让妇人靠在他怀里。小娘子，你快看看，我夫人之前从来没有这样的症状。傅老爷，你们长途跋涉，夫人是不是晕车呀？我告诉你们，晕车的话就用济安堂的百草油，有奇效啊！百草油提神醒脑，永乐县就有的卖，永乐县离这儿不远啊。明日你遣一小厮跑1天来回，就能把百草油买来，给夫人轻轻地擦在耳边，再坐马车的时候就不会晕了。那东西根本没用，花了我100文银，一点效果都没有。我夫人用了跟没用一样，也不知道百草油的口碑是怎么传出来的。100文？傅大人，你花100文银买1瓶百草油，你莫不是被骗了吧？在济安堂那里1瓶只要30文，而且还是绝对正宗的百草油。我又何尝不知道自己被宰了？可夫人晕车，要是花100文能让夫人好受点，我也愿意啊。我不知道济安堂到底给了你们什么好处，有必要到处吹嘘它的效果吗？简直是误导老百姓啊！大家能在此相遇，就算不是官绅，也是祖上有阴风的。
没用的东西，大家就不要替他们口口相传了。等我回去，必定修书一封给江县令，让他好好彻查这个济安堂，莫要做出这种骗老百姓血汗银的东西。不好，他这是严重脱水休克，已经快要有生命危险了，快抱他上楼。傅正清手麻，有点抱不动了，在这3个丫鬟的帮助之下，才把夫人抱上楼，把人放在床上。苏洛直接赶人：“你们出去！哎呀，出去！全部都出去！”可夫人她不想让你夫人和孩子死，就立马出去，不要影响到我。孩子，夫人有喜了，我要当爹了。见他愣住，苏洛是直接把人推出去的。傅大人，今日你们能遇到洛洛，是你夫人命不该绝。好。苏洛回到床边，立马从空间取出输液用具，还有电解质溶液。要是不及时输液，这位夫人必死无疑。看着液体输完，苏洛才把输液管收回空间里。悠悠转醒，莫桑见自己躺在一个陌生的环境，身边还有一个不认识的小娘子。这位娘子，是你救了我吗？我家老爷呢？他在门外，你尝试将呕吐导致脱水休克。夫人，乘坐马车之时，难受就要停下来休息，不要对自己逞强。你就算是不为自己着想，那你也要为肚子里的孩子想一想啊。我要身孕了吗？小娘子，你是说我肚子里有个孩子？我有身孕了。从脉象上来看，确实是有1个多月的喜脉。我家老爷他知道了吗？把你送到这个医馆的时候，也刚知道。我有孕了，真是太好了。莫桑真是太开心了。他和傅正清是指腹为婚，婚后2人的感情也一直很好。他想早点为老爷开枝散叶，可身体却迟迟没有动静。收到娘家写来的信，说请了一位神医在家里，叫他回娘家去瞧瞧。卢城离安长州本就路途遥远，要不是心急，他才不敢耽误路程呢。舅娘子，我夫人她醒了吗？苏洛侧身让傅正清进去看他夫人。见门外南宫清他们还在这儿，便说道：“你们去休息吧，这儿没什么事了。”洛洛，你可知里面那位是谁吗？不知道。那位是卢城的知府，与安长州的书香门第墨家世代交好，两家人为了情谊不变，特地为他们指腹为婚。你今晚救了他夫人，好好交流，对你以后去卢城的发展有一定的好处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们回房去吧，明日我们还要一起进城。好，洛洛你也早点休息。夫人，你醒了，身体有没有感觉好一些？我好多了，老爷，我没有孩子了。我知道，你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，还有我们的孩子。舅娘子，谢谢你救了我夫人，不知小娘子如何称呼？姓苏，单名一个洛字。原来是苏娘子，你救了我夫人还有孩子，需要多少诊金，我叫小厮拿给你。傅大人，我想问一下，你那瓶百草油是从哪儿买的？苏娘子，那百草油是我在前面上个镇买的，因为夫人晕车，又听说百草油对晕车有所缓解，就去买了，可是没想到一点效果都没有，我劝你啊，不要买。傅大人，百草油的口碑能这么好，是因为用过它的人口口相传，你给你夫人买的那瓶是假的。假的？苏娘子，你怎知我手中的那一瓶是假药？别人从济安堂倒卖过来，卖贵一点是常有的事儿，可你怎么就确定我买到的就是假药呢？傅大人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济安堂的百草油，你买的那个啊，不说包装不一样，就连气味那也只是相似的。而且我在里面闻到了一丝淡淡的劣质麝香，虽然很少很淡，但是相信你们也知道，麝香对妇人，特别是对有孕的妇人来说，伤害有多大。幸好你们用的不多，加上夫人晕车脱水，但凡里面的麝香多一点点，你们这个孩子就保不住了。苏娘子，
我不知道百草油危害这么大。假药危害大，不是百草油，百草油对人体没有伤害，有孕之人也能用。它的效果确实是如传言那般，缓解头疼、提神醒脑，也可以缓解晕车。苏娘子，你怎知百草油就有这些效果呢？傅大夫夫人，我敢这么笃定，那是因为百草油就是我做出来的。苏娘子，这瓶百草油真的是你做出来的吗？不是说它出自济安堂吗？你能如此为老百姓着想，我很敬佩。这是你为我夫人诊治的诊金，还请你收下。诊金就不用了，我手中的这瓶百草油也送给你们，希望傅大人回到卢城的时候帮我好好宣传，其他的就不用了。10两银子对于现在的苏洛来说算不了什么，但让卢城知府欠他一个人情，这可比10两银子有用多了。苏娘子，夫人和小儿能保住，我傅某谢谢你。如果下次苏娘子到卢城，我必定尽地主之谊。好，傅大人和夫人好好休息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天亮了，收拾好行李，同南宫卿他们出发去安长州。城门外，苏洛远远的就看到徐老夫人在那里等他。苏娘子，你可来了。老夫人，你怎么在这儿等着？最近过得如何？身体可还算硬朗？你给我回信说今早到安长州，所以我在此处等你。自从你给我诊治过后，我这身子呀是一天比一天好。不过就如信上我跟你说过的，你给我的百草油被红阔抢了用不说，连我那些老姐妹一个两个的天天到我那院子里来蹭，弄得我都不够用了。老夫人放心，我这给你带来了很多。那可真是太好了，我那些姐妹们见我有那么多百草油，还不得羡慕死呀。苏娘子，这2位是？老夫人，他们是我的朋友，南宫卿、阿旭。徐老夫人好。原来是苏娘子的朋友啊。好好，我们回府去，我在府中叫人备好了饭菜，就等你们了。好，谢谢老夫人。徐府内一大桌子的美味佳肴，只有他们4人坐着。对了，苏娘子，你这次来安长州，是不是要来开间药铺啊？专门卖百草油的？不是，我想把百草油放到安长州来卖，但并不打算在此开药铺。苏娘子，那你打算怎么把百草油放在安长州卖呢？放在其他店铺里卖，我来到安长州就为了这事儿。要是这样，那以后我们想要买百草油也方便了。那这2位公子呢？莫非是来游玩的？在下惭愧，本想来看看安长州的特色，也想看看能不能在此地做点生意。不错，年轻人有上进心，是个不错的孩子。中午，苏洛带着苏佐和秋月一同出了徐府的大门。我一会儿去找药铺，就不同你们一起去看酒楼了。还有就是你们要多找几个地方，价格合适的话，我们再一起商量。好，你昨夜都没睡好，不要太拼。今日谈不完的，可以明日再谈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南宫卿，我发现你最近怎么变得这么啰嗦？那我就先走了。看着苏洛他们远去，路上只留下2行车轱辘。南宫卿转头问向阿旭：“本公子最近很啰嗦吗？”公子啊，你最近变化是有点大，好像从上元节那段时间开始就怪怪的。哪里怪？公子啊，这只是你给属下的一种感觉，属下嘴笨不会表达出来。不过苏娘子都说你那个了，你就自己想想。本公子感觉并无不妥之处。怎么没有啊？最近连找福星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上心。本公子没忘，本公子只是在等，再确认他是不是我们要找的人。聚源堂外，这个药铺有很沉重的年代气息。请问袁大夫在吗？您找我们东家？
我们东家不是谁都能见的，夫人可以写份拜帖，待东家有空时自然会接见夫人您。像这样的大药铺，苏洛也是把背景给打听了一遍才来的。秋月把拜帖交到小药童手里，这份拜帖是苏洛早就写好的。请转告袁大夫，我是永乐县济安堂的人。夫人，您是永乐县济安堂的人，是那个做出百草油的济安堂吗？是的，还麻烦你现在就把拜帖交给袁大夫，就说济安堂想要与贵堂合作。好，夫人请稍等，我马上就帮您把拜帖送进去。小药童兴奋地带着苏洛的拜帖跑向后院而去。慌慌张张的，有何事？袁大夫，前院有人找您，这是拜帖。老夫哪日没有人找？拜帖都堆成山了，不是告诉过你们吗？只有前院大夫解决不了的疾病，我才会出手，其他人一律不见。袁大夫，这份拜帖不一样，是永乐县济安堂的人，他们想见您。听到是济安堂，袁茂德就像听到了百草油一般，立马放下手中的秤杆，拿过药童手里的拜帖来看。苏洛意思明了，言语简洁。好啊快去把苏娘子请进来。是，我这就去请。在药童的指引下，苏洛终于见到了这位难以见上一面的袁大夫。苏娘子远道而来，失礼了，快请坐。袁大夫突然拜访，实属是冒昧，我带了一些茶叶过来，小小心意，还请您品鉴一二。苏娘子客气了。哦，这是龙长山上的名茶乳前松针，好茶呀。不过茶性发于水，8分之茶遇10分之水。这乳前松针的茶用天泉山的水泡，才能发挥出它独有的茶韵。袁大夫你喜欢就好，我来找你呢，就是想要跟你谈一谈百草油的事情，这其中的原因我在拜帖上已写。苏娘子，你说的这些情况安常州也有，从你们那儿倒卖过来的百草油，在这儿能卖1瓶80枚银，卖得贵不说，还是一瓶难求啊。可你说的想把百草油放在聚源堂卖，是怎么个卖法？我需要你们代理，百草油从济安堂出来，到你们聚源堂，用的还是济安堂的名号。而且安常州离永乐县只要1天半的时间就能到，就算让镖局来运送，你们还是有利润的。苏娘子这个提议极好，不过安常州这么多药铺，地方也大，苏娘子不妨多找几家代理，百姓买药也方便。我是有这个打算的。袁大夫，关于代理百草油的事情，我们再说一些细节方面的事吧。苏娘子请说。两人把价格定好，从济安堂拿的是27文，出售的是35文，还有下单细节方面也一次说个清楚。看着时间还不算晚，苏洛决定再跑一家药铺，安心堂。这个药铺的董大夫听完苏洛的话，二话不说就同意了，只是他还有一点点的私心。苏娘子啊，你能来这儿找老夫，也是信任老夫。要不这样，百草油呢，我给你独家代理，价格上我再让你多赚1文，你看如何呀？董大夫，百草油将来要走遍整个南宁国，目前聚源堂的袁大夫已经同意卖我们的百草油，你这个独家怕是做不成了。而且安常州还有另外3家药铺，我也依旧会找他们。哎呀，苏娘子啊，如此一来，那我们就只能薄利多销啊。你们济安堂给的价格是不是再低一点？不然我们没有多少利润呢。董大夫，百草油的功效有很多，它除了能够缓解头疼，还能够提神醒脑，亦能驱赶蚊虫，预防中暑。它是一款1年4季都能用得上的药，并非是季节性的。
所以百草油的利润目前是所有能治这方面中最高的。这个具体的，董大夫不需要我再给您算了吧？董玉最终在苏洛的坚定下败下阵来，以苏洛原来的价格来定。回到徐府已是黄昏，徐老夫人早早让人备好茶水伺候苏洛。苏娘子今日可还顺利？还算是顺利。对了，老夫人，我那2个朋友还没回来吗？没呢。徐老夫人话音落地，门外就听到了几人的声音。许洪阔和南宫清他们是一起回来的。苏娘子也到了，今日公务繁忙，招待不周，真是对不住了。许大人说的这是哪里话？老夫人待我们很好，只是来一趟安长州，又得要叨扰你们。都这么熟了，还说什么客气话？洪阔，快请2位公子进来，大家都累了，赶紧吃晚饭吧。是，母亲。2位请。晚饭期间，大家说着家常，以及今天遇到的人和事。洛洛，明日还有3个药铺，你能搞定吗？要不我跟你一起去？不用，要是都像今天这么顺利的话，那我1天就能搞定。翌日清晨，苏洛依旧跑其他3个药铺，只1个早上的时间，很顺利的都谈了下来。生意谈成，中午苏洛在酒楼里订了1个大包间。相约的时间到了，却迟迟没有人来。秋月，几位大夫还没来吗？夫人，方才袁大夫派人来传话，说聚元堂来了个患者，一直在吐血，袁大夫要为他做针灸，今天的饭局就不来了。袁大夫来不了了，那其他4个呢？董大夫、林大夫他们还在做什么？夫人，苏佐已经去催了。难不成他们要变卦？夫人，董大夫他们不来了。慢慢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夫人，董大夫他们说和吉安堂合作没有利润，他们反悔了。既然无法再合作下去，那这顿饭也就没必要再吃。苏佐还没有告诉苏洛，在安心堂时他是被人赶出来的。利润不可能没有利润，临时反悔，除非有人给他们更大的利润。我知道了，他们不来吃，那我们自己吃。夫人，要不我们回去跟南宫公子他们一起吃吧，这包间奴婢去退了。不必，让你们坐下来吃，那就坐下吃吧。苏娘子，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。你是？在下袁子温，家父袁茂德，想必苏娘子已经见过了。啊，原来是小袁大夫啊！您来的正好，我们也刚准备上菜，小袁大夫可同我们一块用餐。苏娘子，家父说和苏娘子约好时辰，因临时有事来不了，所以特让我来赴约，让苏娘子久等了。无妨，我点了一些菜，不知小袁大夫喜欢吃什么，可叫小儿再添上几道。我吃过了，我来这里呢，只是来代替父亲签字与苏娘子合作。苏娘子一定很奇怪，为什么其他药铺突然反悔了吧？小袁大夫莫非是知道了些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不过今早我出诊归来，聚元堂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。何事？今早有一人说他有大量的百草油，能无限供给给聚元堂，跟他们合作一瓶只需要25文，而售价却可以凭我们随心而定，这可比跟吉安堂合作要自由多了。苏洛皱眉，袁子温的话让他想起了傅正清给莫桑用的那瓶假百草油。小袁大夫，你们就没有想过他们的百草油可能是假的吗？袁子温当然知道那个百草油是假的，要不然他也不会出现在这儿。别人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的大夫，却不知他3岁能蒙眼识药，靠的就是他灵敏的鼻子。知道，与贵堂合作是我们的诚意，想必苏娘子这顿饭也吃不下去了，不如我们签字盖章，我也不耽误苏娘子的时间。说不耽误苏洛的时间就不耽误，签完字儿，袁子文起身告辞。
走到门口时，苏洛叫停袁子温：“小袁大夫，今日来聚元堂推销假药的那个人，你是不是认识？”“认识，但我不能说。苏娘子这么聪明，不必从我嘴里知晓。”袁子温走后，包间里一下子安静，落针可闻。“夫人，这饭还吃吗？”“吃。”三人随便扒拉了几口，便匆匆地出了酒楼。安心堂门前，这里挤满了人，药童更是在里面招呼：“百草油50文一瓶，大家不要抢，每个人都有，都排好队。”“苏左，我们回徐府。”假药盛行，现在不是打草惊蛇的好时机。安心堂的事儿，徐老夫人也听说了。她此生最恨的就是那些弄虚作假的人。母亲，你先让我回衙门，衙门还有一堆事情等着我，我一件一件的来。你把我拘在家里，也无济于事啊。”“你不能走，南宫公子他们已经出去找苏娘子了。你衙门的其他事情可以先放一放，但这个假药必须要先处理了，这才是老百姓们的燃眉之急。衙门没有你，还有你的师爷在，乱不了。”徐老夫人气呼呼地坐在高堂，见苏洛回来，立马起身下去。“苏娘子，你可回来了，你再不回来就要出大事儿了。”“徐老夫人，徐大人。”“苏娘子，你快看，安长州出现了假的百草油，这可比倒卖更可恶。”“苏娘子，安心堂和其他3个药铺出现的百草油，仿制的是你们积安堂的百草油。对这件事，你怎么看？”“徐老夫人，徐大人，仿制百草油这件事情，没有人比我更恼怒，但小不忍则乱大谋。今日这个人敢在安长州的药铺里卖假药，他也一定知道卖不了多长时间，无非就是想要赚一批银子。既然他想要银子，那我们不妨就把一堆银子放到他面前，在如此巨大的诱惑之下，我就不信他不伸头。